你有见过这么会卡 bug 的系统吗？明明得到的奖励是七彩天赋，非得说成是金色天赋，而且奖励顿悟次数是1次，得到的奖励却是99999加。系统，你确定这是金色？当然是金色，不然你以为是什么？虽然我的美术课总被数学老师占用，但我不是色盲啊！喂，你家金色长这样，这明明就是七彩霞光，好吧？这分明就是金色，好不容易找到的宿主竟然是个色盲。宿主实在不行的话，让你爸妈重新练个号吧。这系统是有 bug 吧？眼睛不瞎的都不会误认成这样。叶天宇是个穿越者，被敬业的卡车司机送到了玄幻世界仙灵大陆。当系统绑定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太荒圣地收徒大典，测试天赋，奖励金色天赋。可谁成想，系统出现 bug 了，奖励的天赋竟然是七彩霞光。这个什么七彩霞光，不会是垃圾到爆的天赋吧？但很快叶天宇就发现他想多了，因为我操，七彩霞光竟然是七彩霞光！时隔100万年，太荒圣地终于又出了一个七彩霞光天赋。与此同时，一位中年男子立于虚空之上，眼神死死地盯向叶天宇，仿佛看见什么猎物似的。拜见圣主！七彩霞光啊！100万年，太荒圣地终于又出了一个七彩霞光。正当他准备下去之时，拾到比他还要恐怖的气息从天而降。拜见太上长老！星渊见过诸位师叔。但就在此时，异变再次发生，太荒圣地深处突然传出雷鸣阵阵，震颤在所有人灵魂深处，哪怕强如10位太上长老也不例外，大气都不敢喘。是老祖们，此子的七彩天赋居然连老祖们都惊动了。而正当所有人都在等待老祖降临时，下一秒，谁他妈把老子的棺材本给钉死了？赶紧给老子打开！还有老夫的也是，居然敢耽误老夫看七彩霞光天赋。如今哪个小兔崽子是圣主？赶快把老夫们的禁制解除！回禀老祖们，晚辈轩辕星渊正任职当今圣主。老子管你叫什么？快把禁制解除！老子要亲自教导七彩霞光天赋。赶快把禁制解除，不然老夫们联手破了虎宗大阵！老祖们，不是晚辈不放你们出来，而是第一任圣主有令，非人族大危机，老祖们不得出关。就算太荒圣地覆灭，诸位老祖也不得出手。这该死的规矩！尔等记住，觉醒七彩霞光天赋者是人族的未来，太荒圣地必须全力栽培，护其周全。谁敢下阴手，就是与我等为敌。从今天开始，每3年向我们汇报一次情况，不得有误。与此同时，仙灵大陆其他4域的4大圣地，冥冥之中，他们感觉到仙灵大陆的天要变了。唤醒沉睡的圣子，请神邸出世，迎世子出山，解除历代天骄的封印。少年，你叫什么名字？晚辈叶天宇。很好，从现在开始，叶天宇正式成为太荒圣地圣子，享有圣子一切资源待遇。圣子，那可是地位仅次于圣主和太上长老的存在，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人族翘楚。这个叶天宇是谁？怎么就成为圣子了？难道刚才的七彩霞光，还有老祖现身，都和这个叶天宇有关？收徒大典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轩辕星渊刚宣布完叶天宇的圣子身份，那边10名太上长老就已经站不住了。天宇小子，老夫是太荒圣地第7太上长老，修为高达仙境后期，你可愿拜我为师？哼，小七，就凭你还想做七彩霞光天赋的师傅，你配吗？小子，来当老夫的徒弟吧！老夫是第5太上长老，仙境巅峰，收拾他就跟收拾弟弟一样。老夫都没说话，轮得到你？老夫是大太上长老，天宇小子，想不想成为老夫的弟子？我靠，全都是仙境强者呀！系统，你这个 bug 出得好，出得妙，出得呱呱叫啊！正当叶天宇欣喜若狂时，系统声音响起：叮叮叮，发布任务，成为10名太上长老的联名弟子，奖励顿悟机会1次。这顿悟可真是大机缘啊！但成为联名弟子，这是该怎么解决？诸位师叔不要争了，不如你们一同做叶天宇的师傅可好？哦，神队友啊！这个助攻可谓是神之助攻，圣主，我谢谢你全家。好，老夫同意。太上长老们纷纷表达愿意，那主动的模样，生怕叶天宇跑了一样。感谢诸位太上长老厚爱，弟子叶天宇拜见诸位师傅。完成任务，奖励顿悟机会99999加。太好了，奖励下发，1次顿悟机会到账。如果这99999加的顿悟机会用得好，说不定会给我的武道意图带来重要转折，走上更高的巅峰。系统，这是1次顿悟机会，不是99999加吗？当然是1次机会，你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吗？用不用本系统从幼儿小班开始教导你？完了，这系统真的卡 bug， 不过真特么的香，嘿嘿。为了感谢圣主大佬送来的任务火箭，我必须报答呀！圣主，您修为高深，博学多识，不知您是否也愿意教导弟子，成为弟子的师傅？这圣子真会做梦啊！
拜了众太上长老为师后，还想拜圣主为师，小心太上长老们废了他。不错，我看行。心渊，你就和我们一样，共同教导天宇吧。好主意，前期天宇修为低，就由星渊你来指导吧。等到后期修为高了，我们再做他的领路人。你们怎么也都同意了？圣主，你快拒绝啊！不要助长圣子的不正之风。真的可以吗？多谢诸位师叔。弟子天宇拜见师傅。好。圣主、太上长老，圣子还没有测试天赋属性呢，那就去测试吧。圣子把手放在测试石上，向其中输入灵力，闭上双眼，仔细感受。随后，叶天宇按照测试长老说的去做，顿时他来到了一个虚幻空间，这里漂浮着各种颜色的光点，却触摸不到。奇怪，怎么回事？搞不明白就顿悟呀，反正顿悟机会那么多。系统使用顿悟机会。这样会卡 bug 的系统你爱了吗？别的系统都是奖励一样东西，反而这个会卡 bug 的系统直接无限奖励。系统使用顿悟机会。话音一落，整个空间的光点都随着顿悟的开始慢慢的能吸收起来。原来如此，所谓的属性天赋应该是吸收的光点越多，天赋越高吧。既然如此，我顿悟，我在顿悟。随着不断的使用顿悟，吸收的光点越来越多，不多时竟是以叶天宇为中心，形成一个漩涡，疯狂吸收。其中的属性更是包含了金木水火土5种，甚至稀少到可怜的风、冰、雷等特殊属性光点都被叶天宇吸收进了体内。这系统已经 bug 到这种程度了吗？用了几千次顿悟，还是99999加，以后一定要多多使用顿悟，万一哪天系统崩溃了怎么办？就在此时，虚幻世界突然爆炸，下一刻叶天宇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这就结束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在场所有人全都张大嘴巴，用震惊的眼神死死盯着他，好像见了鬼一样。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这玩意怎么炸了？不会找我赔钱吧？我可是个穷逼啊！正当这时，系统声音忽然响起。丁发布任务，赔偿宗门属性测试时奖励10万极品灵石，可提前预支。10万极品灵石。圣主师傅，实在不好意思，把测试石弄坏了。这样，您说个数，我赔给宗门一个。而轩辕星渊却好像没听到叶天宇的话似的，直接颤声问道：“天宇，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随后叶天宇将虚幻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下，只是掩盖了他顿悟之事。吸收？你竟然能吸收那些光点？不能吸收吗？当然不能了，那东西是共鸣的，怎么可能被吸收？我操！弟子愚钝，以为那东西是吸收用的呢，这才让属性测试石炸掉，还望师傅赎罪。天宇，你在说什么？什么属性测试石？就是这块属性测试石呀！师傅不是在责问我怎么把测试石弄炸的吗？不是呀。那您在问什么？你不知道我在问什么？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啊。随后，轩辕星渊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叶天宇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靠，我这样牛比吗？师傅，弟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的只是吸收了那些光点而已。不过，属性测试时炸掉是弟子的过失，这块石头价值多少钱，弟子应当赔偿给圣地。赔什么赔？你可是我们圣地的天才，是人族的未来。不，圣子犯错，与普通弟子同罪，我得赔。有心就行，赔偿的事情为师帮你担了，毕竟这东西价值不菲。您就说个数吧，不然弟子心里过意不去，很有可能出现心魔，耽误修炼。我靠，心魔都跑出来了。这样好了，1万极品灵石，不多不少，等你日后修炼有成，赚到了足够的灵石，再赔给你。圣主师傅，1万极品灵石，请过目。我操，这怎么可能？你竟然有1万极品灵石？天宇，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极品灵石？不瞒您说，弟子也是有身份的。丁任务，赔偿宗门属性测试时已完成，奖励10万极品灵石，已下发。从今天开始，我也是个小土豪了。系统 YYD， 好像哪里不对。系统奖励10万极品灵石，我预支了1万，为什么还是10万？对呀，有问题吗？没问题吗？10减1不等于9吗？10减1等于9，但这和本系统有什么关系？所以10万的极品灵石奖励应该剩9万才对啊！宿主让你从幼儿小班重新念，本系统觉得高估你了，你应该从胎教开始。你预支的1万是你预支的1万，本系统奖励的10万是奖励的10万，有关系吗？你预支你的，本系统奖励本系统的，这是两码事好吧？最简单的逻辑都捋不清楚吗？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嘛，预支是预支的，奖励是奖励的，那我要是想取出1万呢？你取出是你取出的，本系统奖励的10万还是奖励的10万，不懂吗？不懂，能给我演示一下吗？笨蛋，仔细看好了。随后，广场上凭空又多出1万极品灵石。叶天宇再看系统显示还是10万极品灵石。看到了吗？外边的1万是你取出的1万，这里的10万是本系统奖励的10万，懂否？
系统又 bug， 不过这不就意味着我以后有用之不竭的极品灵石？先是有无限顿悟，现在又有无限灵石，这样的修炼之路能不顺风顺水吗？系统，您说的对，是我愚钝了。知道你蠢就好，不过你放心，跟着本系统混，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走上世界巅峰。您说的没错，以后我一定争取跟上系统大佬的正确步伐。千羽，你这是何意？这1万极品灵石也是用来赔偿属性测试时的。好了，继续测试其他人吧。随后，轩辕星渊带着叶天宇踏空而去，向太荒圣地深处飞去。很快，叶天宇注意到天际边缘的群峰，有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好似被奇怪的力量封印了一般。圣主师傅，那里是？那里是被封印的天机峰。天机峰被封印？为什么？说来话就长了。但也因此，太荒圣地气运受损，1年不如1年。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你出现了，你是七彩霞光天赋，一定会带领圣地重回巅峰。单凭我一人，真能改变圣地和人族的命运吗？七彩霞光天赋真有那么神奇吗？大道似乎是为了消除叶天宇的怀疑，下一秒，广场处突然升起一道金色光柱，那是金色天赋火焰体。你敢信吗？这个爱卡 bug 的系统，直接把一条灵脉卡成一片灵海。那是金色天赋火焰体。话音刚落，第2道金色光柱冲天而起，随后第3道、第4道。叶天宇的七彩霞光天赋为太荒圣地带来了足足4位金色天赋，而且全是特殊体质。千羽，你果然是圣地的福星。圣地上一次出现特殊体质，还是在1000年前，并且只是一个普通的特殊体质。但你一出现，直接觉醒4个特殊体质，其中无垢剑体和先天道体更是2大稀世神体。哦，圣主师傅，咱们这边有彩票吗？我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彩票是什么？一种刺激、充满挑战，并且能使人快乐的东西。原来如此，有机会体验一下。圣主师傅，我们要回去看看吗？不用，现在最重要的是你。随后，2人直接出现在一处阁楼之内。以后这就是你的住处了，明天为师再教导你修炼。是，师傅。丁发布任务：喜迁新居，迁到阁楼奖励无痛开辟体内灵脉1条。哦，灵脉是炼体境的那个灵脉吗？这个奖励倒是不错，签到。丁签到成功，任务完成，奖励无痛开辟体内1条灵脉，已下发。使用。不会又出什么 bug 吧？然而这一次系统并没有出现 bug， 使用完奖励后，奖励就消失了。我没有修炼功法，无法探查到体内情况。算了，明天再说吧。千羽，为师为你开透灵脉，炼体最多可开透9条灵脉。记住，忍住痛苦，不让自己的精神崩溃即可。师傅，会很痛吗？不会很痛。哦，那就好。会非常痛，十指穿针，千刀万剐，万蚁失身。师傅，你说话这么大喘气，不会被人打死吗？不过你放心，为师帮你准备的这些天材地宝都可以缓解疼痛，帮你固守本心，不会有事的。好了，为师先检查一下你的情况，然后就可以正式开辟灵脉了。轩辕星渊将手搭在叶天宇的肩膀上，神识探入体内，然后，卧槽，什么情况？怎么了，师傅？你开辟过灵脉了？对啊，开辟了1条，但最多不是可以开辟9条吗？我事先开辟了1条，应该没有影响吧？一条？你管那叫1条灵脉？是1条呀。你自己看看吧。下一瞬，叶天宇眼前一花，竟是出现在了另一方世界。在叶天宇面前，是一望无际的深邃大海。师傅，这是哪里？我们怎么跑到海边来了？海？这就是你所说的1条灵脉。卧槽！我了个食人草！系统，你是不是对数量词有什么误解？这他妈是1条，这是1片啊！你这是又 bug 了。千羽，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和我的七彩霞光天赋有关吧。这臭小子还有点小秘密，但那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太匪夷所思了。天骄或者特殊体质会宽阔一些，但也就大江大河，到了天宇这里，直接一片海洋，真他妈离谱。那师傅，我们还要继续开辟吗？灵脉应该可以开辟9条吧？还开辟？开辟个蛋蛋！你都这样了，还怎么开辟？不用了，你这1条足够了。那我只有1条，会不会很弱？放心，你的灵脉，你的灵海史无前例，只会更强。那我就放心了。好了，灵脉的事就先到这里吧。正当这时，剑鸣声响彻圣地，灵气如风卷残云般汇聚，倾泻而下。随即，太荒圣地内所有的剑从4面8方腾空飞起，向灵气汇聚之处激射而去。那是无垢剑体。没等他话音落下，太荒圣地深处再次响起阵阵嗡鸣。下一瞬，一道道已经实质的剑影飞出，破开虚空，没入灵气漩涡之中。阴灵种，居然连阴灵种内的剑气都惊动了。师傅，阴灵种是什么？阴灵种是埋葬人族先贤的地方，种内埋葬先贤的同时，还有他们的毕生传承以及残存神念，是圣地乃至整个人族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没想到无垢剑体居然阴灵种内的剑气都能引动。这么厉害，
正当这时，天地异象再起，天空中的灵气漩涡一分为二，飞速旋转，汇聚的灵气越发磅礴。随后，天地间大道嗡鸣，婴灵种内同样传出道理嗡鸣声，与之遥相呼应。此刻的场景竟比无垢剑体引动的异象更强一筹。先天道体竟能引动到运法则炼体，不愧是100万年一出的神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2人的灵脉都可以开辟到9条极致。9条，羡慕死我了。师傅，人家都有9条灵脉，还能引动天地异象，我却只有1条，平平无奇的就结束了，我是不是很垃圾？老吉，你那片灵海要是垃圾，我算什么？垃圾中的一条死鱼。天宇，不要妄自菲薄，你只会比他们更强。真的吗？师傅，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参悟功法，开始正式踏入修炼。这是什么？为师帮你选择的修炼功法，仙灵炼气诀。仙灵大陆，能用大陆名字命名的功法，应该很强吧？确实很强，不过有点难修炼。此诀是第1代七彩霞光者所创，修炼此诀者几乎同阶无敌。此诀分10层，据说就连开创者都只修炼到了第9层，最后1层只是理论，时至今日。3000多年，为师只参悟到了第5层。不过天宇，你不用担心，为师拿这部功法，只是想让你试一试。圣地别的不多，就功法多，肯定。师傅，第1层是这样的吗？下一秒，以叶天宇为中心，灵气如江河倒流般疯狂汇聚，竟也形成了一个直径100米的灵气漩涡。灵气漩涡大小虽无法和2大神体相比，却异常稳固。什么？你居然这么快就领悟了第1层？这怎么可能？不能耽误时间了，那就顿悟吧。就在刚刚，叶天宇使用了几万次顿悟，使得整个天地间的灵气直接往他身上涌去。师傅，第1层是这样的吗？什么？你居然这么快就领悟了第1层？这怎么可能？第1层真是这个样子的吗？那就好。那么这是第2层吗？这是第3层吗？这是第4层吗？这是第5层吗？叶天宇头顶的灵气漩涡越发庞大，直径已经暴涨到了100里。原本天空中有2大神体引起的灵气漩涡，这回又多了一个。这是妖孽啊！一口气将仙灵炼气诀修炼到了第10层，那可是连开创者都未曾达到的境界啊！师傅，你说的对，这仙灵炼气诀不愧是第1功法，太难修炼了。为师先走了，你这徒儿太欺负人了。有时间就去圣地里的修炼塔。这就是修炼塔吗？随后，叶天宇进入修炼塔后，直接来到了20层。灵气果然比外界浓郁得多。在叶天宇踏入20层修炼室准备修炼时，2位不速之客直接来到了第10层。方师弟，他不会去了第20层吧？有可能。我们走。去哪里？轩辕塔。我就不信我们2个金色天赋的比不过一个区区的圣子。就在他们离开后，整个修炼塔的灵气正在急速的减少。发生了什么事情？修炼塔怎么停止输出灵气了？难道修炼塔损坏了？不可能，修炼塔是至宝，怎么可能被损坏？很快，事情已经闹到了轩辕星渊那边。圣主，圣子张修竹前来拜见。张修竹，他来干什么？难道是因为叶天宇的事情？圣主，叶师弟的事情我也听说了。虽说修炼塔20层之下最高只供给养运境修炼，只是些外门弟子不那么重要。尽管我也很看好叶师弟的七彩霞光天赋，但这对其他弟子太不公平，也会影响圣地未来。哼，你说的没错，这样下去的确不是办法。既然修炼塔容不得叶天宇，以后就让叶天宇去灵池修炼吧。圣主圣明，太荒圣地将来一定。等等，灵池，圣主，您没开玩笑吧？没错，为了圣地的发展，我只能出此下策。我他妈出此下策，你是乐开花了吧？哼！修为低下的他进入灵池，无异于自找苦吃，顶多也就在边缘修炼。圣主英明，我先替天宇谢谢你了。终于结束了，早知道灵脉不开辟那么大了，太慢了，入灵境就花费了1个月，以后咋办？人家都嫌灵脉小，你居然嫌灵脉大，杀人诛心啊！师傅，你怎么在这里？你闹出这么大动静，为师要是还不来，你的这群师兄弟们可就要冲进去揍你了。随后听完轩辕星渊的解释后，他才明白缘由。看来我还是小瞧这部功法了。正当这时，系统声音响起，叮，哟呵！系统又有新任务了，不知道这次又会出什么 bug。发布任务：刻苦修炼，突破至凝神境1重，奖励灵鱼乘1，可加快修炼速度。天宇，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了？应该是入灵境巅峰，马上就要突破凝神境了。你才入灵境巅峰，你吸收了如此海量的灵气，居然还没突破凝神境。算了，我接下来要带你去的地方，或许对你突破境界有所帮助。就在这时，叶天宇气息陡然升高，顺利晋级凝神境。终于突破了，我太难了。突破了，要不要这么快？说好的瓶颈呢？就算你天赋再高，也不能走着走着就突破了吧？而且这还较难。对了，师傅，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对我有所帮助？没什么，都是小事。叮，任务：刻苦修炼，突破至凝神境1重，已完成，奖励灵鱼乘1，已下发。奖励内容：灵鱼，没问题。奖励数量：星号1。OK。看来这次任务疑似正常，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像极品灵石那样可以无限卡 bug。随后，轩辕星渊带着叶天宇来到了灵池旁，好浓郁的灵气。张修竹拜见圣主。想必这位就是新晋圣子叶师弟吧？
他和你一样，也是圣子，名叫张修竹。原来是张师兄，师弟见过师兄。爱闻不如一见，师弟果然是人中龙凤。不，师兄过奖，师兄你才是龙翔9天。师兄你长得又帅，名字又好听，修为又强大，地位又高，妥妥的人生赢家。师弟过奖了。师兄你怎么了？牙疼？武者也会牙疼的嘛。多谢师弟关心，师兄没事，你先修炼吧。等着，一会儿有你好受。灵池内的灵气浓度可不是你一个小兔崽子能承受得了的。这么浓郁的灵气不修炼，更待何时？我吸。还是在这里修炼爽，和修炼塔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这是什么功法？怎么这么强？吸收灵气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叶师弟，你修炼的功法是仙灵炼气诀。居然是仙灵炼气诀，你竟然敢修炼仙灵炼气诀，有什么问题吗？那可是大陆第一功法，难如登天，怎么可能领悟？的确很难，我也是花费了好大力气才修炼到第10层。对吧？那毕竟是……等等，你说什么？你修炼到了第10层？对啊，费了我好大力气呢。张修竹还不相信，直接看向轩辕星渊，而轩辕星渊轻轻瞥了他一眼，眼神中有不屑，但更多的是骄傲。这眼神明显是在告诉张修竹，叶天宇没有说谎。竟然真的修炼到了史无前例的第10层，你这不是妖孽啊，是魔鬼啊！正当此时，一条条巴掌大的小鱼不知从何处游来，三三两两的环绕在叶天宇周身。这难道是灵鱼？你感谢！就在刚刚，叶天宇把系统奖励的灵鱼拿出来后，居然生出了无数小鱼。我尼玛，系统果然没让我失望，又 bug 了。这是什么情况啊？这玩意吸收灵气后还能继续生小鱼，而且还吸干灵池。千羽，那到底是什么天地灵物？怎会如此神奇？这个我也不知道。以前在我家鱼缸里养着的时候还挺正常的，谁知道一放进灵池就变成了这副模样。你们家在鱼缸里养灵鱼？没骗为师吧？这东西在灵池中都极其稀有，在鱼缸里养。当然没有骗师傅，我对道运发誓，仙灵大陆人不骗仙灵大陆人。别，快打住！道运誓言可不能随便发，弄不好将来突破境界的时候会出现心魔。那师傅，这灵池怎么办？但如果要让弟子赔偿的话，弟子愿意赔偿，别的没有，极品灵石还是有一些的。嘿，叶师弟，据说是这灵池是先代圣主耗时万年从主峰灵脉中催生而成，你觉得你能赔得起吗？千羽莫慌，只要有这些灵，张师兄能为师弟担心，师弟很高兴。但张师兄说的话，师弟不敢苟同。师弟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钱解决不了的，如果有，说明钱没到位。话音一落，一堆堆极品灵石凭空出现，仿佛大海中泄露出来的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师傅，够吗？不够的话，我们换个地方继续，就去圣地外的那处广场吧。那个地方大，应该能放下不少极品灵石。够了，足够了。那这些极品灵石外加这些灵鱼，够赔偿灵池的吧？也够了。张师兄，我说的没错吧？没什么事是钱解决不了的。师弟说的对，是师兄目光短浅了。千羽，这么多极品灵石，你都是从哪里弄来的？难道这些极品灵石也是叶天宇的家族遗留下来的？很快，轩辕星渊召集来一众内门长老，把灵石搬到圣地宝库中。可惜灵池没了，以后修炼效率又要降下来了。早知如此，不把系统奖励的灵鱼拿出来好了。就在叶天宇为修炼犯愁之时，就听见轩辕星渊说道：“看来今年的珠峰会武要提前举行了，得把其他峰被封印的灵池解封几个，供给弟子修炼。”珠峰会武被封印的灵池，难道太荒圣地还有其他灵池？师傅，圣地还有其他灵池？自然有，北斗七峰、南斗6点都有各自的灵池。那也就是说，只要解除封印，我以后就可以继续在灵池内修炼。那是当然。就在叶天宇兴奋之时，轩辕星渊又给了他一个惊喜。七峰6殿虽被封印，但这些封印并不只是单纯的封印，而是一个个历练和传承。只要通过那些历练，获得里边的传承。但是山峰禁地被封印了100万年，没人知道里面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要是找到药谱，也许还能得到100万年份的灵药。那等年份的灵药，若是利用得当，炼成丹药，一天突破一个大境界也不是不可能。一天突破一个大境界，我要是能得到，岂不是发达了？那圣地为什么不重新联合七峰6殿，解除封印？解除封印固然可以，但绝大多数人都持否定态度。那珠峰会武又是什么？珠峰会武便是七峰6殿聚集圣地，带领各自的天骄进入祖地之时，在此之前，通常会进行一场比试切磋，称之为珠峰会武。与其说是珠峰会武，倒不如说是看圣地的笑话。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地位上压他们一筹，可实力却不如他们。特别是这次珠峰会武，千羽，你要小心了。师傅放心，这次珠峰会武，弟子一定帮圣地夺回颜面，力压七峰6殿。师傅相信你，这届珠峰会武一定会格外精彩。正当轩辕星渊畅想未来之际，一道充满霸气的剑意直冲云端。诛仙剑意，无垢剑体，他竟然领悟了诛仙剑意。师傅，诛仙剑意是什么？
诛仙剑意强大到足以挥剑之间抹杀新晋强者的剑意。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叶天宇刚要吐槽一下，又听见轩辕星渊继续说道：万族大战时期，人族出了一位奇才，一招顿悟，留诛仙剑意，一剑斩杀数十位异族先进强者。但自从那位绝世剑仙之后，再也无人能够领悟完整的诛仙剑意。若是能领悟这剑意，岂不是多了一道强大的底牌？我顿悟。3个呼吸后，一股同样强横的诛仙剑意从叶天宇体内迸射而出，直冲天际，与另一道诛仙剑意相碰撞，竟不分上下。我操！诛仙剑意，千羽，你怎么也会诛仙剑意？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师傅，刚学会的。这剑意好像与我有缘，我心有所感，唰的一下就会了。刚学会的，还心有所感，唰的一下。开什么玩笑？那可是名扬大陆，强大到诛杀先进强者的诛仙剑意啊！就在刚刚，叶天宇使用顿悟半成功领悟诛仙剑意，而这股强横的剑意直接从叶天宇体内迸射而出，直冲天际，与另一道诛仙剑意相碰撞。诛仙剑意，你几时学会的？刚刚唰的一下就会了。我尼玛！怎么还有人会诛仙剑意？难道是叶天宇？不可能，肯定是圣地内的某位前辈，在我的影响下，顺势参悟了诛仙剑意。似乎是受到激励的方浩空突然头脑清明，下一瞬，诛仙剑意气势再增，竟是突破到了第2层。天助我也！感谢那位前辈。居然突破到了第2层，无垢剑体实属妖孽。正在他们惊叹之际，叶天宇也突破到了第2层。低调低调，心有所感，心有所感。神他妈心有所感，你骗鬼呢？而轩辕塔内，方浩空再次傻了。那位前辈怎么也跟着突破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英雄惜英雄而产生的共鸣？方浩空心胸豁达，再次得到升华，相应的诛仙剑意又一次突破，达到了第3层。可紧接着，对方的剑意也突破到了第3层。加密情况，再一再二可以理解，但这第3次又是怎么回事？我就不信了，我编。无垢剑体的强大与特殊，在这一刻得以完全体现。方浩空成功突破到了第4层，终于突破了，我太强了！直到下一瞬，方浩空看到另一道剑意再次跟着提升后，人懵掉了。我靠，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哎呀，真不好意思，又心有所感了。徒儿，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何要将我的智商按在地上疯狂摩擦？随后等了会，叶天宇没见有剑意再次爆发，也放下了继续顿悟的念头。竟然没有了，好可惜。4成诛仙剑意还不够，你还想要怎样啊？千羽，有诛仙剑意并没有什么大用，还需要有武技配合使用。武技吗？来这个世界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接触过武技呢，是时候接触一下了。正当这时，系统声音突然响起。丁发布任务，学习任意一种洪荒阶武技，并领悟至巅峰，奖励神剑无锋。无锋剑由天地间第一缕风所化，无形无态，锋利无比，可斩天地，可斩道运，可斩法则。巅峰时期，一剑一世界，一念一位面，实乃居家旅行，砍瓜切菜之必备厨具。奖励兵器，这一次应该就不会有 bug 了。师傅，哪里可以学习武技？有洪荒阶武技吗？武技不比功法，功法你可以直接修炼洪荒阶，但武技必须逐层递进。荒古阶灵技的限制有2点：一是灵力，二是悟性。不对，不好意思啊，当我没说。藏经阁顶层有荒古阶灵技。随后，叶天宇来到了藏经阁，寻到一本黄阶下品灵技试试水。没想到的是，叮任务，学习任意一种洪荒阶武技或灵技，并领悟至巅峰，已完成，奖励神剑无锋，已下发。系统，你他妈也忒离谱了吧！黄阶、荒古阶，一个最低，一个最高。不过看在神剑无锋的份上，就原谅你。我操！王麻子菜刀，纯木质的触感，返璞归真，棱角分明的刀背，凛然正气，圆润的刀刃流线，吹毛断发。我呸，这不就是一把菜刀吗？算了，菜刀就菜刀吧，看看能不能用。这4周没啥地方使啊，还是另外找机会再说吧。随后，叶天宇来到了先前方浩空顿悟诛仙剑意的轩辕塔。这就是轩辕塔吗？怎么个套路？在哪里观摩诛仙剑意？话音未落，眼睛景象一转，出现一名目光冷漠的男子。仅只是站在那里，那股气息便能压制一切。随后，那名男子一剑挥出。诛仙剑意，叶天宇没有丝毫迟疑，疯狂使用顿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一念间，也许千万年，叶天宇悟了。完整的诛仙剑意好强，不愧敢当诛仙2字。下一瞬，一部灵技印刻在他脑海之中，正是那位绝世剑仙领悟出诛仙剑意的同时诞生的荒古阶上品灵技诛仙剑诀。没有在藏经阁中没有获取到荒古阶灵技，居然在这里获得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剑意。来都来了，要不再学习几种？就在叶天宇寻找其他剑意之时，殊不知外界因为他领悟了完整诛仙剑意而发生了大地震。是谁领悟了完整的诛仙剑意？应该是那位无垢剑体吧？小三，你收了个不错的徒弟。可
就在这时，轩辕星渊忽然出现在几人面前。诸位师叔，领悟完整诛仙剑意的不是无垢剑体，而是叶天宇。新年老夫见识少，你不要骗我啊！诸位师叔，我怎么能骗你们？实不相瞒，这完整的诛仙剑意不仅是叶天宇领悟的，他还将仙灵炼气诀修炼到了第10层。你说什么？是那个荒古流传下来的仙灵炼气诀吗？不行，老夫要亲自去看看。10位太上长老消失在原地，出现在轩辕塔的虚空当中，望向下方，在轩辕塔门口的方浩空，整个人都已经傻了。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有人比我还先领悟完成的诛仙剑意？我才是神体啊！弟子见过师父，见过诸位太上长老。浩空，你的心乱了，这是见到大忌。师父，我虽然你是神体，但神体并不代表无敌。所谓的特殊体质，也只是其中一个特例罢了。这诛仙剑意固然强，对方比你先领悟，不过是他的机缘巧合罢了。他再想领悟其他剑意，或许难如登天。武道一途，唯有脚踏实地，方能不断突破。不等他说完，一道道剑意、枪意、刀意冲天而起。这一刻，所有人都呆住了，震惊的目瞪口呆。师父，你不是说他领悟诛仙剑意是机缘巧合吗？师父，你不是说他在想领悟其他剑意，或许难如登天吗？师父，你不是说唯有脚踏实地，方能不断突破吗？师父，你要干什么去？为师去爬树。这个爱卡 bug 的系统你爱了吗？给你卡了1片灵海还不够，直接卡 bug 卡成9片灵海。那位前辈好强，真想见识一下。前辈，浩空，你不知道是谁领悟的这些意境？知道呀，不是某位圣地的前辈吗？浩空，其实领悟这些意境的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叶天宇。叶天宇，原来是叶天宇啊！扛住了，神体终究是神体，经住了考验。好巧，那位前辈居然和新晋圣子同名。对，可不是巧吗？居然同名。对呀，仙灵大陆真的好小，我们太皇圣地居然有2个叫叶天宇的人，而且还都非寻常人。浩空，这个叶天宇就是那个叶天宇，是同一个人。我知道，同一个名字吗？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个名字。对，是同一个名字，不是同一个人。完了，道心彻底崩了，眼睛已经开始转圈圈，自己催眠自己了。圣子大人出来了。叶天宇刚一出现，便立即吸引来注意，但这些注意力仅在他身上停留几秒钟，转而重新注视向轩辕塔。天宇，刚刚那几种意境，可是你领悟的？本来还想把诛仙剑意当成底牌，这下好了，明牌了。回大太上长老，正是弟子。奇才啊，做得不错。师父，这位是？他应该是你的师弟，叫方浩空，无垢剑体，是3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哦，原来你就是无垢剑体。无垢剑体是神体，诛仙剑意又是巅峰剑意，师弟怎么反倒扭扭捏捏的？来，抬起头，露出点阳刚之气，不要害羞嘛！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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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监测到宿主身边有气场波动，将随机为宿主开启任务项目。千羽，为师没看错的话，这可是最新款的华为 Mate 60 Pro。为师父，正是。为师徒弟果然不错，连为师抢都抢不到的华为 Mate 60 Pro 都在用了。师父，这华为你喜欢的话就送你了，我再去左下角领一台就行。这真能领吗？我抢都抢不到。是啊，我左下角可以直接免费领。左下角为了支持国货，额外增加了8000台华为 Mate 60 Pro 全市国行顶配，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现在从我左下角下载的，都还能再领一台苹果15 Pro Max 呢。苹果、华为都有。苹果 Pro Max 是保底福利，谁都能领，但华为只有认准我左下角极速通道才有。肯定很难领。简单，你只要点我视频左下角链接下载，上线选择 AI 女仆挂机升级，2天直升500级，这苹果华为轻轻松松就领到了。那我去试试。叶师兄，我要向你挑战。丁发布任务，出入锋芒，获得第1次战斗胜利，奖励无痛开辟灵脉1条。又是那种灵海吗？1片灵海我都填不满，2片。算了，反正是系统白给的，那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随后众人让出位置，在演武场中间，方浩空手持长剑，战意盎然。随后方浩空一剑斩出，没有任何技巧，但却蕴含着一股睥睨天下、可斩断世间一切的恐怖剑意。一剑斩沉。这是诛仙剑意的半生灵技，诛仙剑诀。千羽居然领悟了诛仙剑诀，我输了。你用的应该是诛仙剑诀第1式一剑斩沉吧？不错，的确是诛仙剑诀一剑斩沉。想学吗？想，但不是现在，现在我还没有资格学。好吧，想学的时候找我，我教你。我决定了，我以后要追随你。浩空，你认真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可愿意让我追随你？我们是同门，又同样师承3太上长老，是师兄弟，哪有什么追随不追随？师兄说的对，师弟方浩空，见过师兄。丁任务，出入锋芒，获得第1次战斗胜利，已完成，奖励无痛开辟灵脉1条，已下发。使用奖励，
来吧，系统，我已经准备好你的摧残了。随后，叶天宇内视林海，直接被震惊的无话可说。卧槽，系统，招你惹你了？9个林海啊，我只是夸张一下而已，你是真要把我累死了？系统，我这辈子算是完了，让我再穿越一次吧。宿主，你眼瞎不成？那明明是10条灵脉，为何要说灵海？要是你身体有问题，我建议你去找个神医看看，别什么都赖我。好啊，好啊，你这系统卡 bug 卡成这样，我也是真服了。天宇，听星渊说你将仙灵炼气诀修炼到了第10层，可是真的？是真的。快让我们看看。好的。顿时，天空中灵气漩涡再现，向着叶天宇体内倒灌而入。真的是第10层，按照这种效率，要不了几百年就可以修炼到仙境巅峰吧？天宇，星渊还说你开辟的灵脉比较特殊，甚至可以称之为灵海，是否也是真的？的确有点特殊。来，让我看看。星渊，你不是说是一片灵海吗？对啊，是一片灵海。怎么样，辽阔吧？师叔，我是懂你的。不瞒你说，当初我看见时，反应比你还惊讶，史无前例啊！确实史无前例，但是你确定这是一片灵海？当然是灵海，那么庞大都不叫灵海，还什么叫灵海？不是大小的问题，是数量的问题。数量和数量有什么关系？旋即，他神识也探入叶天宇体内，这一探就发生了无比的惊吓。我操，这怎么会这样？怎么了？我也看看。我靠，这是啥？你们在干嘛？至于吗？就算是灵海也不用。我的妈呀，年纪都这么大了，啥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还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不就是我错了，对不起，我就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其他几位太上长老也纷纷前来查探，查探完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千羽，你原来不是只有一片灵海吗？怎么突然又多了8个？不要提了，都是泪啊！前阵子心有所感，一不小心又多开辟了8个。这左下角灵手机这么快的吗？我这华为都给我发货了。那可不，我左下角可是专门的极速链接，灵手机肯定快。千羽，你成为为师的徒弟这么久，为师也没给你什么见面礼，这里有点辅助修炼用的丹药，就当是见面礼了，送的有点晚，不要见怪。多谢师傅。老夫这里也有点东西，就当是给你小子的见面礼了。我这里也是，我这里也有些用不上的东西，送给你了。 9名太上长老纷纷送上礼物，众人都知道9片灵海意味着什么，这是必须得用海量天材地宝、灵丹灵药填补才行。谢谢各位师傅。正当这时，一阵波动自轩辕塔四周荡漾，无形无响，却震荡在所有人心头。这股道运气息是空间法则，难道是先天道体？这个爱卡 bug 的系统睁眼说假话，明明丹药只有1枚，可是拿出来后却指数增长。这股道运气息是空间法则，难道是先天道体？在没人教导的情况下，昌子平居然领悟了空间法则，就问问这等道运法则的亲和力还有谁？正当轩辕星渊等人震惊昌子平的天赋之时，身边突然也传来一道一模一样的空间法则波动。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又心有所感了。太打击人了，回家，都回家。随后众人纷纷离开，而叶天宇看了眼轩辕塔后，再次进入其中。半个时辰后，太荒圣地再次震动，惊现完整空间法则，随后完整的时间法则、生之法则，各种法则传遍太荒圣地。一开始，圣地内所有人都为之震撼，可到了最后，他们都习以为常了。这空间法则是真的好用，无论攻击还是逃跑，都是1等1的手段。不过我现在的肉身强度太低，无法承受瞬移带来的压力，看来得想办法提升下肉身强度才行。得放个水仙，好爽。对了，我顿悟。刹那间，叶天宇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妙之一道竟是如此深奥，以前是我鼠目寸光了。丁，触发成就，感悟生命之真谛，体验人生之乐趣。奖励9品9文养神丹，养神丹可永久提升服用者精神强度。这是个啥？系统，你这生命也太随意了吧，一泡尿就搞定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奖励是真的香，缺什么来什么，就是希望不要再整我了。系统，取出丹药。丁，丹药已取出，数量乘2。再取出2枚。丹药已取出，数量乘4。再取出4枚。丹药已取出，数量乘8。逆增长也就算了，还特喵的指数增长，过分了吧？正当叶天宇美滋滋的拿起1枚养神丹，准备服用之时，终于有人嫉妒我，选择直接对我出手了吗？我就知道玄幻世界没这么太平。3太上长老，这股气息，这种味道，难道是地品丹药？果然是地品丹药，而且还是极其珍贵的养神丹。不对，不是地品。
这是天品9纹，居然真的有天品9纹的丹药。三太上长老，这应该是9品丹药吧？9品？怎么可能？这明明就是天品，还是老夫从未见过的天品9纹，效果甚至超过普通地品丹药。系统的显示又 bug， 中间还隔了一个极品，也是没谁了。你这眼瞎的玩意货，天天说我卡 BUG， 上次的逻辑还没清楚吗？你用你的，本系统奖励本系统的。对，你都是对的，但是这天品9纹能把我撑爆了吧？三太上长老，我现在体质太弱，您可有让我服用这天品9纹养神丹的办法？什么？你要服用这些丹药？不行，你现在境界太低，服用高品阶丹药根本无法完全吸收其药效，而且这可是天品9纹，要是就这么浪费了，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要不这几枚丹药送给您了？好啊，送给我就算了，以后这丹药对你一定会大有用处，还是留着吧。我还有很多养神丹，不在乎这几枚。很多？你还有？我还有很多。这样好了，师傅就有1枚，如何？师傅不白拿，这些是师傅给你准备的修炼资源，用来换。这师傅是真的实在，1枚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我真的还有很多，我多给你一些。不，天宇，不用了，9纹养神丹太珍贵，1枚足够了。这1枚丹药已经能帮我提升很多精神力，不用再……没地方放在地上吧，没事，贴近地面的那一层脏了咱不要，扔掉就好，拿上面干净的，毕竟是吃的东西。我靠，天宇，停，够了，不要再刷新老夫的世界观了。这一点怎么够？还有圣主他们呢，一个人怎么也得1000枚吧。1000枚？今天不把我们2个蹬子自己掉出去，是不打算完了呗？三太上长老要是嫌少的话，1人2000枚。2000？还不够的话，3000。3000。那就4000、5000，不，10000也。停，老夫错了，不要再涨了，1000足够了。我想了想，1000太少，5800，那就折个中，2500。那好吧，2500就2500。于是两人开始捡丹药。三太上长老，你那样太慢了，什么时候能弄完？我这样多快，而且还方便技术。造孽啊！等等，怎么了？这个是最底层的，脏了，咱不要。我操，这他妈就给扔了！不用这样，咱真的不缺。不，我缺。没等他捡完，好像弹珠掉在地上的声音响起。天宇，这又是什么意思？刚才那些丹要是孝敬师傅的，这是我捐给圣地的。我身为圣地圣子，白拿了那么多贡献点，怎么也得对圣地做点贡献吧？疯了，他们的一定是疯了，我受不了了。啊，这什么情况？这年头好人难做呀！糟糕，忘问怎么越界服用丹药了。算了，自己查吧。随后叶天宇拿出药典，按经开始查阅。刚翻开看第一眼，丁，触发成就，爱学习，爱装逼，勤奋刻苦小郎君，奖励过目不忘。系统查看属性。不错，1个月了，得找师傅去要一部炼体功法才行，肉身强度太差，不方便。就在此时，轩辕星渊的声音在叶天宇耳边响起：“千羽，珠峰会我提前了，将在1个半月后开始，先去参加弟子排名。”是，师傅。随后，叶天宇来到演武场的报名处。黄长老，我要报名参加排名赛。此话一出，听到的人全都愣住了，他们都不相信叶天宇有实力挑战内门前100名。圣僧，您确定要参加？确定，就从第100名开始吧。这好吧。随后，叶天宇来到了擂台处，已经有1人在等着他。居然是你！在下林正祥，圣子竟还记得我，实属荣幸。严重了，哪里是什么荣幸，我才是，要请师兄多多指教了。师兄，请吧。圣子得罪了。叶天宇也不拖大，拿出一柄长剑，长剑出现的瞬间，一股寒冰气息瞬间笼罩全场。竟然是天阶上品灵气，还是特殊的冰属性灵气，不愧是圣子，底蕴就是丰厚。可就在下一秒，长剑突然断裂，掉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瞬间喧闹的场中安静了，所有人的视线都定格在断剑之上，一脸懵逼。卧槽，什么情况？天阶上品灵气怎么就断了？他刚才不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就断了？那柄剑不会是残次品吧？放屁，圣子能拿残次品？再说，你见过哪个残次品能达到天阶级别？你看圣子的另一只手上是不是拿着一把菜刀？你不说我还没注意，那东西真的挺像菜刀。什么叫像？那就是好吧。为什么啊？虽然你很锋利，能劈天阶灵气，证明了你神剑的身份，锋利无比的特性，但是为什么啊？我拿把武器碍着你什么事儿了？而且你怎么还能自己出来？叶天宇搞不明白怎么回事，将王麻子菜刀收起来后，又拿出一把天阶长刀。我就不信了。随后叶天宇一直拿出天阶灵气，一把又一把的灵气直接被王麻子菜刀砍断。他们的，我栓 Q 了呀！卖相不咋样，还挺傲娇。菜刀似乎听到了叶天宇的心声，微微抖动，传来一阵喜悦的情绪。大哥，这不是在夸你好吧？算了，系统出品的东西多少有点大病，能理解。而此刻，擂台下边这才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刻他们已经炸了。叶师弟，大家都是朋友，用兵器什么的太危险，伤到可就不好了。我们还是比拼拳脚吧。好，叶师弟，请指教。地阶下品身法武技，浮光掠影。
那股气息居然是化虚境异虫，这怎么可能？圣主叶天宇，叶师弟，不对，强者为尊，我应该叫你一声叶师兄，是我输了。林师兄承让了。丁发布任务，晋升内门前10，奖励活血化瘀小药完成。好家伙，系统这回更过分，直接彻底 bug， 连数量都不写了呗，还空格，怎么着？让我自己填？那好，那就无限。奖励已更新，活血化瘀小药完成无限。I 服了 you， 黄长老，我要继续挑战。你想挑战第几名？第90名吧，慢慢来。好，我这就为圣子安排。随后一一挑战，每次都是秒杀，直到打败了第15名后。黄长老，我想挑战第10名。叶师弟，在下栾云山，请指教。体修武者吗？那就让我试试。我输了，师兄承让。叶圣子，太荒圣地同辈中，你是第一个正面击败我的人，我输得心服口服。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开口。栾师兄的好意，师弟心领。以后若是有事，一定劳烦师兄。丁任务晋升内门前10已完成，奖励活血化瘀小药完成无限，已下发。栾师兄，我这有些活血化瘀的丹药，如果不嫌弃的话，还请收下。多谢圣子好意，我就不客气了。栾云山吞下血化瘀药丸之后，瞳孔猛地一缩，面色急剧潮红，呼吸快速。不会是毒药吧？以系统的 bug 尿性，真没准。早知道就不给他吃了。叶圣子，您是我的大恩人呐，不仅治好了我的外伤，还治好了多年修炼积攒下来的内伤，甚至连我的先天暗疾都治好了。话音落下之际，栾云山体内灵力陡然爆发，竟是突破到了尊者境2重。卧槽，什么情况？不是中毒了吗？怎么还突破了？那枚丹药到底怎么回事？栾师兄不要激动，能帮助师兄我也很高兴。我这丹药的确有点特殊，不知道师兄吃了之后有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就是挺甜的。我是说身体感觉有没有异常？那没有，我就是觉得一股暖流流经全身，然后就全都消失了。圣子，这是什么丹药？简直就是神药啊！其实也不是什么神药，就是我家传的秘药。如果师兄想要的话，我这还有。那就多谢圣子了。擂台战结束后，叶天宇就前往轩辕星渊住处弄个炼体功法。师傅，天宇，你找为师有什么事？我想要炼体，想找师傅要一本炼体功法。炼体功法和炼气功法不同，除了领悟功法之外，还需要特殊的修炼方法。这些都是荒古街上品炼体功法，你看看中意哪个？如此变态的功法，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吗？天宇，这些都是顶级炼体功法，所以比较苛刻。为师，这还有一些低级功法，看起来没那么难，要不要看看？为师，这还有一部，但是有点特殊。师傅，我就选它了。就在刚刚，叶天宇选择一部妖孽都难以修炼的炼体功法。师傅，我就选它了。果然吗？他拿出仙灵断体诀的时候就猜测到了叶天宇十有八九会选他，而当他听见叶天宇选择仙灵断体诀的理由后，脸瞬间黑了下来，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才是人应该修炼的功法，既没有危险，也不用经历万般疼痛，只需要耗费点时间参悟功法，外加付出点钱财就行，非常低人性化。那些炼体功法动不动就要死要活，还火烧雷劈，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真不知道炼体功法是怎么发展的，不应该越发展越完美吗？这怎么还越来越落后了？你以为别人都是你吗？天赋又高又有钱，本来体修脑子就不好使，你还让人家去参悟深奥程度，堪比仙灵炼体诀的仙灵炼体诀，不是逼人家上吊吗？数万种天才地宝，谁有那么多零食买？仙灵炼体诀才叫没有人性化，好吧？但当轩辕星渊看见已经开始参悟仙灵炼体诀，并且连破2层的叶天宇时，气着就笑了。天赋太强了，看着都爽。在轩辕星渊兴奋且惊呆的目光下，叶天宇顺理成章地将仙灵炼体诀突破到了第10层。接下来只需要收集天才地宝，将其调配成药玉，即可开始修炼。师傅，这些灵药灵草，圣地应该都有吧？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买一些？灵石不是问题。说着，随手拿出一枚装有100亿极品灵石的空间戒指，交给轩辕星渊。修炼到超凡境的灵药，圣地都有，很充足。但从灵圣境开始，需要一些荒古遗柱以及珍稀天才地宝，我们也拿不出来。总之，为师会倾尽圣地一切资源帮你凑齐，给为师2天时间，灵石就不必了，你拿回去吧。圣地会全力栽培你，相应的修炼资源我们会帮你出。多谢师傅，灵石您就收着吧，反正都是小钱。2天后，轩辕星渊将3枚空间戒指交到叶天宇手上，还带来了一名内门长老。天宇，这是柳长老，9品炼丹师，为师找来帮你调配药玉的。在下柳星文，见过圣子。柳长老多礼了，我一介弟子怎么受得起长老一拜？您可不是普通的弟子，您可是我们的圣子，是人族的未来，当然受得起老夫这一拜。
叶天宇似乎已经习惯被人这般拍马屁了，互相客套了几句，场面十分和谐。这一幕要是让其他内门长老看见，非得惊掉下巴不可。这还是那个眼高于顶、用鼻孔看人的九品炼丹师柳长老吗？而叶天宇知道柳长老是九品炼药师后，忽然冒出来一个想法，他何不也修炼一下炼丹之术？身为穿越者出来混的，还拥有系统，不搞个全能，岂不是说不过去？反正他可以无限顿悟。弟子也对炼丹一道颇感兴趣，不知道柳长老可否指点一二？此话一出，轩辕星渊和柳长老都愣住了。身为过来人的他们，怎会听不出叶天宇的言外之意？圣子，老夫知道你的火属性亲和力很高，但炼丹是讲究天赋资质的，不是所有火属性武者都可以炼丹。千羽，你的修炼天赋虽然逆天，悟性也史无前例，可炼丹是炼丹，这个和修炼不一样。师傅我当初也是天之骄子，也曾踏足炼丹一道，结果连一品炼丹师都没当上。听为师的话，你还是脚踏实地的修炼吧。弟子只是想试一下，纯粹是好奇而已。那好，老夫就稍微教你一下，就从丹火开始吧。所谓丹火，就是柳长老准备显摆一下专业知识，装个小笔，让叶天宇初步了解一下丹道的玄妙。可他才刚开口，丹火是这个吗？他们低头一看，一道明黄色的小火苗出现在叶天宇手中。这不是唯有炼丹师才能凝聚出的丹火，又是什么？瞬间，轩辕星渊和柳长老傻眼了。难道他之前学过炼丹？对，一定是这样的。千羽，你以前学习过炼丹？没有，但是我看过丹经，里边有提到过丹火。不可能，他们都看过丹经，里边确实提到过丹火，但只是稍微提到了那么一点点，大概讲解了一下原理。丹经主要介绍丹药种类和效果，外加一些比较常见的通用丹方。想要凭借那点原理凝聚出丹火，根本不可能。若想凝聚丹火，必须要有师傅教导。千羽，你跟师傅说实话，小时候是不是接触过炼丹师？师傅，弟子怎么可能骗你？弟子真是翻看丹经的时候，突然心有所感，然后稍微尝试了一下，就凝聚出丹火了。不要说了，师傅信了。不等叶天宇把话说完，轩辕星渊猛地一挥手，决绝的模样，好像要慷慨赴死。当他听到心有所感4个字的时候，他就知道叶天宇没有说谎，因为这4个字已经成为了他的噩梦。而柳长老的世界观也有点崩溃，感觉生命中好似闯入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但震惊之余则是兴奋。圣子，既然你已经凝聚出丹火，那我们继续吧。这是老夫以前用的丹炉，如果圣子不嫌弃的话，就先用这顶丹炉吧。多谢刘长老。接着，柳长老也拿出一顶丹炉，开始为叶天宇讲解何为丹道，如何炼丹。但很快，刘长老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脸上的表情先是僵硬，再到夸张，崩得面目全非。炼丹真难，紧张的我手心出汗，精神力也消耗了七七八八，累死我了。刘长老，这些我已经学会了，再教我一些别的吧。教个屁呀！你都这样了，我还怎么教你？教你打击我，然后回我道心吗？这是老夫毕生经验，还有收集到的所有丹方。时候不早了，老夫赶着回去做晚饭。师傅，我哪里有得罪柳长老吗？你没有得罪他，只是打击到了他。有吗？我明明很低调了，还特意装出一副辛苦的模样，而且只是炼了一炉一品丹药，怎么就打击到柳长老了？这届师傅长老真难带。学习炼丹只是一个小插曲，叶天宇的主要目标还是炼体。而轩辕星渊特别交代了一句，1个半月后将举行珠峰会武后便离开了。而叶天宇也再次进入闭关状态，突击炼体。短短的1个半月就把我肉身境推上了化虚境一种，这仙灵炼体诀真强悍。算算时间，珠峰会武好像要开始了吧？与此同时，演武场内一道铁塔般的身影倒飞出去。就凭你还想替叶天宇迎战？废物，让那个缩头乌龟亲自出来！你竟敢侮辱叶圣子！蓝师兄，你没事吧？哼，废物！神体玄武蛮体。七杀宗这届运气好，出了个神体，样运劲武重战圣化虚境2种。圣主，我们宗的神体资质还不错吧？面对吴应龙的嘲讽，轩辕星渊只能冷哼一声。他虽然猜到了这届珠峰会武七峰六殿会来势汹汹，可没想到七峰六殿带来的小辈不是神体就是特殊体质。而正当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场外，向演武场这边走来。圣主，他就是叶天宇，那个人族的命运之子。没错。叶师兄，怎么回事？怎么被做成这样？没等他开口解释，一道嚣张的声音从擂台上传来：“他们是我打的，你就是叶天宇吗？实话告诉你，他们就是为了帮你出头才被我打的。怎么样？愤怒吗？生气吗？”这傻缺是谁？真是他把你们打成这样的？栾云山几人被叶天宇的一句傻缺弄愣了，但还是如实回答道：“是的，叶圣子是我没用，没能保住叶圣子的名声，还被人揍了一顿。”不会吧？这傻大个这么厉害？非常厉害，他叫蔡成虎，玄武蛮体，神体的一种，是七杀宗。什么？你说他叫啥？蔡成鼠？叶师兄，他叫蔡成虎，不叫蔡成鼠。哦，原来是这个名字，是我听错了，抱歉。
就在众人以为他是诚心道歉时，下一秒，不过虎鼠都一样，不要在意这些细节，都挺菜的。住口！小子你找死！有胆上来一战，逞口舌之快算什么男人？年轻人生什么气嘛？气大伤脑，本来你就没有多少。我要杀了你！不顾规矩，纵身一跃，体内灵力翻涌，肌肉中蕴含的万钧之力如同山青一般，一拳轰向叶天宇。不好，叶师兄小心！没事，看我的！叶天宇瞬间迎了上去，紧接着两拳相撞，强烈的力量激起一圈圈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向四周荡漾。蔡成虎后退2步，被震退回擂台之上。反观叶天宇，没有移动半寸，刹那间，所有人都呆住了。小子，你不是体修，但是你居然能接住我一拳！叶师兄，你的肉身……和你一战之后，我发现我的肉身太差了，所以回去也稍微练了下。敢问叶师兄现在肉身什么修为？差不多化虚境一种吧。栾云山等人脑袋嗡的一下，本就身受重伤的他，被震惊的眼前一黑，差点没昏过去。1个半月，炼体化虚境一重，这是什么神仙速度？不说了，这都是小事。对了，你受了这么重的伤，为什么不吃我给你的活血化瘀小药丸？没吃，我都藏起来了。那个丹药太珍贵了，不舍得吃。你都快被人打死了，还不舍得吃？叶天宇从系统空间中拎出一麻袋活血化瘀小药丸，扔在栾云山等人面前，大手一挥，说道：“这东西我有的是，敞开了吃。”瞬间，栾云山等见识过活血化瘀小药丸药效的人全都傻眼了，呆愣看着麻袋。赶快吃吧，伤势拖久了可不好。剩下的都拿去分掉。七峰六殿的人还不知道叶天宇在搞什么名堂，但当他们看见栾云山吃掉丹药后，身上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时，全都懵了。这是什么秘药？效果居然这么好？我也不知道。天宇出身不俗，很有可能是某个荒古世家的遗孤，他身上的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荒古世家，众人诧异，再次高看叶天宇一眼。叶天宇在他们心目中也越发神秘。好了，该解决乱叫的人了。你不是要挑战我吗？来吧！你终于敢登上擂台了。叶天宇平静地看着蔡成虎，但就是这平静的眼神，有那么一瞬间，竟让蔡成虎感到一丝畏惧。可很快，他就将这丝畏惧驱散。小子，受死！蔡成虎灵力运转，无形力场骤现，四周空气都好像被压得凝固了一般。瞬间，人们好像看见一道玄武虚影出现在蔡成虎身后，威势镇压四方。接招！这就是玄武蛮踢吗？果然，神踢每一个简单的。小子，听说你是人族的命运之子，七彩霞光天赋，我看也不过如此。今天你死定了！蔡成虎脚下猛地一踏，有防御阵法加持的擂台竟是出现了道道裂纹，可想而知这一踏的力量有多大。而他整个人更是如同陨石般向叶天宇轰去，势不可挡。就在这时，叶天宇消失了，他瞬间出现在蔡成虎上方，一掌接着一掌落在蔡成虎脑袋上，掌掌爆头，紧紧虚虚。蔡成虎便眼前一黑，晕了过去。至此，时间仅过去不到10秒，几乎可以说是单方面的瞬秒。胜者太荒圣地叶天宇。就在刚刚，珠峰会武开始，叶天宇秒杀玄武神体。那是摄遗，那是唯有灵圣境才能施展的空间灵技。圣主，这到底怎么回事？轩辕星渊神色复杂，饶是他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还是觉得震惊。如果我说他领悟了完整的空间法则，你们信吗？废话，当然不信。就算是仙境巅峰的强者，都只能窥探空间法则1、2，他怎么可能？不仅如此，他还领悟了完整的时间法则、完整的金之法则、水之法则、土之法则。除了法则之外，还有完整的诛仙剑意。没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诛仙剑意，还有刀之意境、枪之意境。不要说，我想静静。然而，轩辕星渊好不容易遇到能够压制七峰六殿的机会，怎会放弃？他强行传音给众人道：除此之外，修炼的功法乃是第一功法仙灵炼体诀，并且被他领悟到了第10层。第10层哦，他的炼体功法是仙灵炼体诀，就是和仙灵炼体诀相辅相成的那个，也被他领悟到了第10层。还有，不要再说了，杀了我吧！我走了，再见。其他几个人或走或留，最后只剩下吴应龙、孟连云、轩辕星渊以及开阳门、天府宗、天书宗的宗主，还有一众天骄。哇，好爽！多年的怨气终于出了。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人开口道：“圣主，我要挑战叶天宇。赤阳之体吗？如果说玄武蛮体是体修的无上体质，那么赤阳之体就是火属性灵修的不败王者。你确定还要挑战叶天宇？为何不挑战？他秒了玄武蛮体又如何？一只大乌龟而已，我一样能胜。然而罗洪熙刚装逼没3秒多，就被吴应龙用威压压了下去。小子，你再说一句，谁是大乌龟？好了，小辈之间的事情，你个老家伙出什么手？年轻人嘛，就该有拼劲，去吧。徒儿，为师给你拍照记录下来。你这华为 Mate 60 Pro 哪来的？你买到了？什么买到？这是我上次在我徒儿那儿左下角领的。什么领的？这华为 Mate 60 Pro，你要是也想要的话，
去我左下角领不就可以了？这手机真是领的，手机都在还有奖。是啊，左下角准备了不限量的苹果15马克思和华为 Mate 60 Pro，一人一份，都是国行顶配，上线就能看到手机领取界面。是啊，你都不练功，肯定有时间领。又不难，这不是还有苹果15马克思做保底福利吗？想要华为，只有点我左下角专属链接才有。真的不难吗？很简单的，我这左下角可是专门给粉丝申请的极速链接，3-5秒下好，3天升500级，这华为苹果轻松拿。那我就去下一个，我也去。叶天宇，我要挑战你。赤阳之体有意思。两人都没有过多言语，直接出手。赤阳之体，烈火焚身。刹那间，熊熊烈火在他身上升腾而起，炽热火焰烧灼，使得四周空气都出现了扭曲。好高的温度，天宇，你该怎么办？好家伙，都冒火了，衣服居然没被烧坏，那是灵气吗？好想搞一件，这样以后战斗的时候就不怕爆衣了。系统似乎是感受到了叶天宇的心情，直接发布了任务。丁发布任务，累计击败10名特殊体质，奖励神器云上仙衣，当前进度2/10。云上仙衣可幻化成任意模样，防御力因穿戴者灵力而定，输出灵力越多，防御越强。云上仙衣具有自动清洗功能，实乃居家旅行之必备神器。哟呵，又是居家旅行之必备神器，系统不会还要搞我吧？而且云长仙衣一听就是女款，逼我女装大佬吗？烈焰焚天，哼，烈焰焚天，叶天宇消失在原地，瞬移到高空之中，灵力运转，无尽火龙卷从天而降，向罗虹溪笼罩而去。不是罗虹溪的烈焰焚天，又是什么？这不可能！烈焰焚天明明是赤阳之体的半生灵技，非赤阳之体无法施展，叶天宇怎么会？堂堂赤阳之体，我还以为能玩出什么花样呢，结果就这。牛逼，666啊！正当这时，又一位7风6电的神体跳上擂台，锐利的看向叶天宇。天书宗苏宁雪，冰皇之体，可否一战？好，我应战。看见。随后，叶天宇淡定的拿出了一把菜刀。竟敢如此羞辱我！我靠，我怎么能羞辱你了？你这妞指定是有点毛病。菜刀似乎是感受到了叶天宇的情绪，剧烈嗡鸣，下一瞬，菜刀与剑接触了瞬间，道道细不可查的锋刃飞出，长剑骤然解体。我操！这剑是师傅赐给我的，在天阶下品中也是顶尖的存在，怎么会如此简单的就断了？怎么狼嗖嗖的？叶天宇，我要杀了你！苏宁雪的不战而退，并没有算任务名额，距离任务完成还差7人。你们也应该很想挑战我吧？一起来吧！这左下角领手机这么快的吗？我这华为都给我发货了。那可不，我左下角可是专门的极速链接，领手机肯定快。我先来，但是我不用武器，所以你也不用武器，这很公平吧？放心，我不欺负你们，不会使用菜刀。还有，你们不用一个一个送，啊呸！你们不用一个一个上，可以一起上，这样节省时间。话音落下，演武场上又安静了，而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安静了。无论7风6电的人，甚至是轩辕星渊等人，都不可置信地看着叶天宇。既然你口出狂言，就别怪我们以多欺少。上，让他见识一下我们7风6电的真正实力。众人一起出手，声势浩大。如果换成其他养运镜2重的武者，别说出手了，单是被波及到都难以抵挡。可惜他们遇到的是叶天宇。只见叶天宇开挂似的瞬移到每一个人的面前，一共9次之后，擂台上已再无一人，时间才仅仅过去10几秒，秒杀，真正的秒杀，在拥有瞬移的叶天宇面前，0胜之下无敌，这不就完了吗？何必浪费时间？这样对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丁任务累计击败10名特殊体质，进度实时已完成，奖励神器云上仙衣已下发。就在刚刚，叶天宇一次一招秒杀中天妖。师傅，天宇表现得不错，七彩霞光天赋果然非同一般。我们太皇圣地这次也许能够借此重回巅峰。各位宗主谬赞了。随后叶天宇就被轩辕星渊喊去别处。师傅，有什么事吗？好事。这是什么？地图。师傅，这难道是？知道就行，小心隔墙有耳。得到轩辕星渊的回答，叶天宇肯定了自己的猜测，这是太荒圣地包括7风6电在内的全部地图。不过有2个地方你不能去，天书峰和天玄峰的灵池，我准备把这2处灵池解封，供圣地使用。明白。轩辕星渊把地图交给叶天宇后就离开了，而叶天宇则是直奔珍宝阁，购买大量恢复精神力的灵药，为频繁的瞬移做准备。3天时间转眼即逝，太荒圣地宗门前的巨大广场上，近2000名弟子聚集在此，等待历练开始。禁地历练共5天，时间一到，你们便会被玉符强行传送回来。若是遇到危险，也可以捏碎玉符传送，但那也意味着历练结束。现在历练开始。下一刻，巨大传送阵光芒骤起，直冲天际。待到光芒散去，广场上的弟子们已经消失不见。这里是
随后叶天宇与脑海中的地图对照，很快他便得出了具体位置。七杀殿境内吗？得知具体位置后，叶天宇立即施展瞬移，等到再次出现时，已经是在七杀殿灵池旁。还好没有空间禁止，不然还有些麻烦呢。叶天宇将系统所送的灵鱼拿出来，霎时间，小鱼儿化身无情的产卵机器，飞速繁殖。这灵池太小了，比主峰的差远了，连10000条都不到。随后大手一挥，将灵鱼全部收走，前往下一处灵池。最后，除了轩辕星渊要求的天书峰、天玄峰灵池外，叶天宇又多留了个天机峰的灵池，应该能够修炼到超凡。不，尊者境8，先不管了，继续下一步。与此同时，罗红熙很兴奋，他竟被传送到了灵池外。可是突然间，他看见一道熟悉的背影，随即一闪而逝。怎么有点像叶天宇？不可能，绝对不是他，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一定是我出现幻觉了，还是快点修炼吧，不要浪费时间。灵蛇，我来！什么？这怎么可能？罗红熙看着空荡荡的灵池，傻眼了。而在某处小药铺里，正在上演着一场好戏。终于结束了，我们走。只见蔡成虎等人来到小药铺里，就遇见了让他目瞪口呆之事。只见他看到一道人影正在药铺中不断闪现，上一瞬出现在左边，下一瞬出现在右边。叶天宇，原来是你，怎么还想打？我要揍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仗？才过去没几天就忘了。看在吴宗主的份上，就放过你这次吧。可惜啊，8品灵药就这么断了。随后叶天宇没再过多停留，瞬移离开。小围裙，到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不得不说，这云长仙衣还是不错的。走起，去冰灵珠去。经发布任务，获得冰灵珠，奖励其余全部灵珠的下落，并附送传送机会1次。有了任务鼓励，叶天宇更有动力想要获得冰灵珠了。随后迈步向山脉深处走去，但没走多久，是你？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知道你是火属性武者，但这里是冰属性禁地，与你正好相反。你出现在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在追求我。我追求你？谁给你的自信？随后越过天书宗新晋弟子第一美女，继续前进。可她才刚走没几步，假装不喜欢我，拒绝我，你是在欲擒故纵，渣男！叶天宇直接无视，右耳进右耳出。可走着走着，叶天宇忽然发现身后没了声音，回头一看，你居然会哭！我要走了，跟上，跟不上的话，就自己捏碎玉符离开吧。哼！而随着叶天宇越来越深入，两人来到凛冬山脉深处，被冰封的峡谷中，一颗乒乓球大小的晶莹珠子悬浮在冰面之上，那就是冰灵珠吗？好强的气息！任务获得冰灵珠已完成，奖励其余全部灵珠下落，并附送传送机会1次，已下发。刹那间，叶天宇脑海中多出一系列信息，正是其余全部灵珠的位置。冰灵珠呢？当然是收到空间戒指里，我总不能一直拿在手里吧？不可能，什么空间戒指能承受得住天地之宝？年轻人，不要见怪不怪，世界上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多着呢。比如现在，你敢想象我要将冰灵珠送给你吗？我敢想象你会把冰灵珠送给我。你在想屁吃？我怎么可能会白白送给你？我居然被耍了？难道他要施展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计策，故意挑逗自己？哼，我是不会爱上你的。算了，估计在脑补，不管他了。算时间，该去下一个地方了。走了，拜拜。随后，叶天宇在系统完成任务奖励的位置下，顺利收获了其余2枚灵珠。差不多都结束了，虽然还有很多想去的地方，但应该没有多少时间了。随后主动捏碎传送玉符，结束了历练。而在外界，因为叶天宇收了3大灵珠，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秦渊，这次你真的有点做过了，圣地损失太大了。师叔，3灵珠怎么办？让天宇交出来，还给圣地吗？交什么交？老祖都放话了，有什么好交的？嘿嘿。你感谢这个能无限卡 bug 的系统，居然给自己卡 bug 成了自动完成任务。发布任务完成1次外出宗门任务，奖励神器破风刀无视等阶，给予敌人致命一击。任务吗？暂时不做先吧，反正也没有惩罚。万一这系统哪天又 bug， 给我来个任务自动完成，我不就赚到了吗？还是有点异想天开了。系统就算再如何 bug， 也绝不可能。任务已完成，奖励已下发。我操！真特喵的能自动完成啊！这系统牛逼啊！系统之家的盗版系统们见了都得膜拜。还有谁？还是看看奖励吧。不说其他的，就这名字都是1等1的存在吧。但是系统，你千万别搞事啊！宿主，本系统不是那样的人，绝对是破风刀。奖励已召唤，噔噔噔噔，传说中无视等阶，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神器，华丽现世。系统，请你看我和善的表情，这尼玛是啥啊？这还神器？对得起神器2个字吗？菜刀和围裙虽然奇葩，可至少还能看，但这个收破烂的看了都流泪啊！还破风刀，破伤风刀8，而且你确定这不会断？宿主，请放心，这破伤风，呸，破风刀绝对是1等1的存在，不信你试试。这可是你说的。
系统，你这已经不是 bug， 这是启动了自毁程序吧？算了，心累，反正是白给的任务，就当路边捡了个废品。不过，既然能被系统称之为神器，至少有点用处吧。去凶兽谷试试。说完，叶天宇收起2节破伤风刀，向凶兽谷走去。圣子在干什么？他怎么拿出来一把破刀？圣子的武器不是菜刀吗？不好，凶兽扑过去了，随时准备救援。可就在一众长老以为叶天宇会出事时，叶天宇脚踏玄妙步伐，从凶兽飘过，手中断刀抬起，斩了过去。怎么可能？那把破刀居然能破开凶兽的防御！你们快看，那只凶兽怎么了？我操！这真他喵的是破伤风刀啊！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居然成真了！凶兽死的症状，不正是破伤风的症状吗？而且这发病也太快了吧！随后，叶天宇拿出围裙，缠住刀柄，这才敢握在手中。虽说大概猜出这把刀的能力了，但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叶天宇继续深入，找到一只化虚境凶兽，瞬移一刀劈出，划开皮肉，破伤风。死！尊者境凶兽，瞬移一刀破伤风。死！果然是这样，这把刀的无视等阶，竟可以把所有等阶都视为一样的存在，无视修为，无视肉身强度，无视免疫能力。破伤风刀下，众生平等，无论对方防御多强，都可以一刀破之，然后让对方感染破伤风，立即发作。这能力牛逼啊！而破伤风刀似乎感受到了叶天宇的心情，就要往他身上蹭，传来一段想要撒娇的想法，吓得叶天宇赶紧扔掉。别，我不想死啊，我想活。这是什么神刀？明明没有一点灵力波动，却连尊者境凶兽的肉身都能轻松展开，并且也能让其抽搐死亡，没有丝毫反抗能力，这也太离谱了吧！不行，这件事得上报圣主。今天的事情谁也不许传出去，知道吗？如果有另外的人知道，你们知道后果的。放心，我们很清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师傅，我要外出宗门历练。不行，绝对不行！你才养运境，修为太低，出去太危险。想要出去，至少也要化虚境才行。果然不行吗？就在此时，一位艾卡 bug 的系统忽然出现。丁，触发成就，我行，我能，我可以，加油加油加油，努力努力努力！奖励仙灵炼气诀，进阶为乾坤炼气诀，修炼效率翻倍。这口号感觉进入了某个和谐美满大家庭。不过奖励倒是不错。回去之后，叶天宇拿出一条灵鱼吸收炼化，准备试验一下新功法的效率。然而，我鱼呢？谁偷了我的鱼？怪了，鱼还能飞了不成？随后，叶天宇又拿出一条灵鱼，特意警惕了一圈四周后，才盘膝坐下修炼。可下一秒，我靠，怎么又没了？难道是？不，那不可能，太离谱了，绝对不可能。他再次拿出一条灵鱼，运转功法，灵鱼消失。真是这样？这是什么跨次元功法？居然趁我不注意，把灵鱼给吸收炼化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是的，叶天宇的猜测没错，乾坤炼气诀的炼化速度已经超出了他的感知范围，在他不知情的情况就已经修炼完成了。系统说的不是翻倍吗？只是翻倍而已，怎么会提升这么多？说的的确是翻倍，可好像没说翻几倍。但翻倍一般情况下不都默认2倍吗？还能这么玩？这系统还真是什么地方都能 bug， 防不胜防。早知道当初上语文课的时候就应该专心听语文老师讲课，就是不知道具体翻了多少倍。试一下，100条了呀，这到底翻了多少倍？不会又是99999加吧？系统大佬，不要吓我呀！虽说你要带我飞，但是这飞的我恐高啊。直到最后，叶天宇把所有灵鱼都吸收完，也没有试验出到底增加了多少倍，唯一估计出的是10000倍以上。这就是传说中的恐怖如斯吗？但是一看修为我就欲哭无泪了呀！8万条灵鱼啊！还是得出去历练，寻求天地机缘，不能再在圣地待下去了。圣地的灵池已经被我玩光了。随即施展瞬移，再次找到轩辕星渊。千羽，还有什么事吗？师傅，我已经超越化虚境，达到尊者境了，这回可以外出历练了吧？你意识到这点就好，其实留在圣地修炼也挺……你说什么？你修为达到尊者境了？是呀，师傅。居然真的是尊者境，刚才还是养运境，仅仅过了半个多时辰，怎么就变成尊者境了？化虚境哪去了？不对，就算是化虚境，也绝对不可能啊！千羽，你的修为怎么提升的这么快？师傅，其实我身上有大机缘，但是你知道的，有些事情不能说。大机缘，荒古世家，半个时辰连破2个大境界，难道他拥有那件可以减缓时间的妖器时光塔？千羽，你不愧是人族的命运之子，竟有如此大机缘，为师会替你保守秘密的。怎么好像哪里不太对劲？算了，只要不多追问就好。师傅，这回我可以出去历练了吧？既然你执意想出去，为师也不拦你。这样好了，半年之后会开启一座小型荒古战场，尊者境及以下的武者可以进入其中，届时其他万族也会派遣天骄参加，与人族进行争锋。荒古战场的入口在天虚城，你这次历练就独自前往天虚城。荒古战场吗？丁，发布任务，前往天虚城，进入小型荒古战场，奖励仙灵大陆所有神器位置，并附送传送机会1次。你感谢这个爱卡 bug 系统已经卡 bug 卡傻缺了，
负负的争斗跑出来了。太慢了呀，数百亿极品灵石也才提升了3重的修为。地藏出世，旺财，我们走。叶天宇走后2天，恰好一老一少从此路过，偶然发现极品灵石粉末。这竟然全部都是极品灵石粉末，少说数百亿，究竟是谁有那么厉害的手段，能在短时间内炼化100亿极品灵石？王老，你看是残留踪迹。少主，我们追。少主，是他。王老，我感觉他是大气运之人。大气运之人好，少主，老夫建议您立即挑战他，抢了他的气运，顺便夺了他的机缘。小子，可敢与我一战？我不认识他，怎么一上来就要挑战我？丁发布任务，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让在场之人感到震撼。奖励天机术，可遮挡窥视此方世界的天机命数。系统，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那是说好的带你飞，我不会食言的。那感情好，但是你可别弄出一些事啊！上一次是失误，这一次绝对不会了。那最好，雷家的人对吧？我也不欺负你，你能接住我一刀，算你赢，如何？这般侮辱我，你找死！怎么不敢吗？不敢，世界上还有我李傲天不敢的事情，我就让你砍一刀，然后再杀了你。到时候，无论是你的气运，还是那种能够一次性吸收大量极品灵石的秘术，都是我的了。原来如此，想要我的秘术，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去吧，我的破伤风，嘿，破风刀。这破刀居然破了我的防御，我要杀了你！但下一秒，何耀东竟突然开始出彩的我要杀了你！荒古雷家也不过如此，连我的破刀都接不下，还有谁？丁任务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让在场之人感到震撼。已完成，奖励天机术，可遮挡窥视此方世界的天机命数。已下发天机术，消耗寿元，窥视或遮挡此方世界的天机命数。窥视的天机越大，消耗寿元越多。请宿主小心使用，不要把自己玩死哦。哟呵，不就是一点寿元吗？我这1000年随随便便玩，可是先拿谁先来试试效果呢？就你了。丁天机术发动，嗜血老魔天魔族灵圣境隐藏在人族中，暗杀人族少年天骄。此次目的亦是如此。太荒圣地为其重点杀害目标，归途命丧于此地，消耗寿元负50年。只是查看了一个路人甲，就没了50年，这天机术也太耗寿元了吧？等等，负50年。系统查看寿命属性。系统老大，能请您帮我解答一下这道题吗？我的小脑瓜有点不够用了。蠢货，你是真的蠢啊！那面板上不是清楚显示了吗？你是幼儿园毕业的吗？这个数不会算吗？这我懂，问题是有2个减号啊，负负得正啊，哥哥。那又如何？本系统就是减了，关我何事？好吧，你赢了。走了。这 bug 真是让我防不胜防啊！这么说来，他岂不是拥有无限寿元，长生不灭？我窥探，我窥探，我在窥探。寿元负10，寿元负99，寿元负100，寿元负500。随随便便寿元就增加了数千年，一不小心长生了呀！不过在此之前，先把自身天机隐藏一下吧。我杀死雷傲天的消息已经传回荒古雷家了吧？傲天竟敢杀死我儿，我雷天霸追杀至天涯海角，也要杀了你！系统隐藏我的天机命数。丁宿主天机命数已隐藏，寿元负10万。居然这么多寿元，幸亏是逆向的，不然就真把自己玩死了。与此同时，天虚之境某处虚无之中，天机居然被完全遮掩，怎么可能？在星运罗盘的操控下，此方世界的一切命数都应该被我监视才对。他为什么能遮盖天机？天前局，你去看一下发生了什么情况。另一边，叶天宇遮挡完自身天机后，看向嗜血老魔。天魔族万族大战时，曾与人族不死不休，没想到天魔族藏得这么深，居然伪装身份，我这能忍吗？不能，杀了，必须杀了！老头，出来！难道我的身份被发现了？一定是巧合。小友不知有何？本来想等着进入地藏再杀你，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就在此时，空间忽然一阵波动，本应该同样施展瞬移躲开的嗜血老魔，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空间封锁，你竟然还能封锁空间？难道你以尊者境修为领悟了空间法则？话真多。居然是天魔族！天魔族怎么会混迹到人族中来？还是灵圣境的天魔族？如果这只天魔族在人类城池大开杀戒，岂不是？
小友，在下天元宗梁鸿生，你可是早就发现了他是天魔族？系统窥探此人天机。窥探天机，天元宗悟道境一生修为止于悟道境巅峰，死于万族大战，力竭而亡，救下100万同胞，突破机缘在地藏中，但因境界限制，与机缘失之交臂，寿元复500年。万族大战，也就是说不久的未来将再次爆发万族大战，看来得加快修炼速度了。看看什么时候开战。距今100年、200年、50年，意思就是飘忽不定吗？我靠，他在皱眉，这小子不会也想对我出手吧？原来是天元宗的梁前辈，小子太荒圣地叶天宇。太荒圣地叶天宇，莫非你就是那位？正是在下。这是噬魂锁元大阵。你居然认识噬魂锁元大阵？大阵的能力只有一个，那就是吞噬闯入大阵之人的寿元，以维持阵法运行，反哺作为阵眼的地魂。梁老，我先走一步。卧槽，他居然进去了，他疯了吗？这个阵法可以吞噬寿元，为什么他还敢独自一人进去？我靠，他走出来了。对了，梁前辈，给你一个建议，这处地藏你最好也能进来，尽管代价可能会有点大，但收获一定会令你满意的。2次，他居然2次穿过阵法，那可是2000年寿元啊！疯了，他肯定是疯了。不会后悔吗？那我就拼一拼吧。紧接着，他的修为飞速下降，悟道、灵圣、超凡。狼老，你这是何意？我决定相信他的话，搏一搏。这个爱卡 bug 的系统你爱了吗？发布了一个新任务，而且任务奖励又是提前预知。年轻人，你能找到这处灵脉，说明你我有缘。若是能解开老夫留下的阵法考验，这条灵脉便赠送于你。还有考验也罢，那就瞧一瞧。啧，还挺难，这得有9品阵法了吧？你居然只用了1分钟就把老夫的阵法解开了，在下不才，对阵法略有了解，不过比之前辈还差得远。略有了解，比我差得远。你这话杀人诛心呐！9品阵法考验都能随手解开，还叫略有了解？前辈不多说出，这份礼物晚辈记下了，晚辈着急赶时间，一会儿见。他刚才好像说一会儿见，什么意思？前辈，我们又见面了，这份礼物晚辈也收下了。原来一会儿见是这个意思，他怎么这么快就找到第2条灵脉了，而且也是甜品灵脉？可很快，老者就发现他震惊早了，第3条天品灵脉，第5条、10条。前辈多谢，咱们一。为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前辈，您这是怎么了？精神状态好像不太好的样子。不要管老夫的精神状态，老夫问你，你为什么知道每一个甜品灵脉的下落？原来是这个问题，这说明我与前辈有缘。有缘你奶奶个腿！你休想骗老夫，老夫知道你肯定有特殊手段。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前辈，晚辈还有事，再见。你给老夫站住，气死老夫了！不过这次他说了再见了，不会再碰到他了吧？这又是为什么？你不是说再见了吗？怎么又来了？甜品灵脉你都拿走了，极品灵脉也不放过吗？咦，他妈了个逼！前辈你不要激动，反正这噬魂锁元大阵消耗的是寿元，这些灵脉您留着又没用，等一会儿晚辈再送您几千年寿元，绝对不会让您亏的。虽然灵脉对老夫没用，但是看着生气呀。况且你一个尊者境，顶多也就1000年，哪来的那么多寿元？算了，拿走就拿走吧。老夫很好奇，你究竟是哪个宗门的人？晚辈叶天宇，来自太荒圣地，师从当代圣主轩辕星渊。没听说过。不过那个太荒圣地竟然出现了你这么个妖孽，难道他们开始转运了？不知道前辈是？呵呵，老夫只是个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无名小卒，不提也罢。曾集合，既然前辈不愿提及，那晚辈就不过多询问了。我怎么就不愿提及了？那是客套话，老夫还等着装逼呢。你这一说，我还怎么装下去？你小子是不是上辈子跟我有仇？他们都叫老夫星耀阵仙。星耀阵仙，难道前辈就是50万年前那位散修出身，却阵法、修为双双突破到地境的阵法天才星耀阵仙？你居然认识老夫？晚辈当然记得，您可是开创了散修的一个时代呢，怎么可能不记得？哪里，老夫的一生平平淡淡，不足。老夫的一生的确传奇，被后世铭记也是应该的。老夫看你对阵法一道很有天赋，你有没有兴趣尝试继承一下老夫的传承？当然有兴趣。老夫的传承就在中央大殿，去那里的路上有。晚辈知道，前辈稍等，等晚辈把剩下的灵脉和资源全部收了，就立即赶过去。去那里的路上有很多阵法考验，老夫可以让你直通。他怎么又知道到底谁才是地藏的主人？前辈，我来了，让您久。快说，你是不是某位仙尊转世？前辈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是仙尊转世？
你怎么不可能？之前老夫就觉得不对劲，现在越看越不对劲。不是仙尊转世，你身上为何会有一种朦胧感？遮挡了天机，又为何有那么高的阵法造诣？修炼天赋又为什么那么高？好吧，我说实话，其实我……终于承认了吗？其实我的天赋是七彩霞光，他们都说我是人族的命运之子。哈哈，老夫就知道你小子有猫腻。仙尊转，什么？你是七彩霞光天赋命运之子？我靠！你是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我是七彩霞光天赋，人族命运之子，也是现在的太荒圣地圣子。怎么又没了？不就是个命运之子吗？有什么好不能接受的？既然接受不了，还问第二次干什么？而且好歹也是一代地境传奇，承受能力这么差吗？前辈，我是……不要说了，我知道了。那前辈，我们可以开始传承了吗？可以，当然可以。吸收着这团记忆，就可以得到老夫的毕生传承。前辈，吸收了之后，您不会消失吧？不会，这只是记忆传承。老夫的这缕神魂早已与改良后噬魂所缘大阵融合，如非阵法被破，否则不死不灭。实话告诉你，就算你把这团记忆吸收掉，等过了1000年之后，还会凝聚出第二团。那我先吸收您的传承记忆了。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就看看外边那些人姐姐们吧。这头小狼倒是不错，跟着命运之子吃了不少好东西吧？那我也送你一点造化。多谢前辈送我家狗子造化。不客气，小小造化罢了，何足挂。我靠，你居然出来了！这又咋的了？有心脏病这么不惊吓的吗？你接受完传承了？前辈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也可能有那么一丢丢震惊，但是我真的已经接受完传承了，并且融会的很。都是假的，都是幻觉，都是骗子，忘掉一切。你是最强地境，你是一代传奇。老夫对不起，我想静静。丁发布任务：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请宿主帮助星耀镇仙恢复神魂，以报答传承之恩。奖励：仙品混沌造化果成时，可提前预知。注：混沌造化果可永久性提升神魂强度，无使用上限。你感谢这个爱卡贝的系统终于再次陷入自己的 bug 魔掌了。丁发布任务：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请宿主帮助星耀镇仙恢复神魂，以报答传承之恩。奖励：仙品混沌造化果成时，可提前预知。注：混沌造化果可永久性提升神魂强度，无使用上限。提前预知。上次出现这5个字时，系统给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上了一堂生动的语文课，还顺便补充了一下逻辑分析。这一次会不会和上次一样了？前辈快出来，我给你个惊喜。你给我的惊喜还不够吗？还要给？老夫应该没得罪你吧？为何要把老夫往绝路上逼？前辈，不要叫老夫前辈，您是老夫的前辈，行吗？求放过。为了任务，前辈得罪了。你居然更改了老夫的阵法！前辈您看这是什么？这难道是仙品混沌造化果？前辈坚持住，加油，你可以的，相信自己。我坚持住了。老夫是何许人也？这点小崩小浪怎么可能会崩溃？就算你把它送给老夫，老夫都会微微一笑，绝不崩溃。这枚仙品混沌造化果本来就是送给前辈的。你说什么？我说把您叫出来，就是给您这枚混沌造化果，帮您补充神魂的。再见。1天之后，星耀镇仙才接受他即将获得一枚仙品混沌造化果这一事实。那老夫就不客气了。不愧是仙品之宝，效果居然这么好。丁任务：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请宿主帮助星耀镇仙恢复神魂，以报答传承之恩。已完成。奖励：仙品混沌造化果成时，已下发。系统给我发奖励了。这不是最新款吗？这你都抢到了。这我左下角多的是，想要自己去领啊。除了不限量的苹果15 Pro 马克思之外，左下角还新加码了1万台 iPad Pro 配套，送填个地址就能领。我这里看怎么还有华为啊？这是我联合左下角给粉丝新增的限时福利，8000台官方顶配华为 Mate 60 Pro， 看到视频的都能领，人手一份，不怕拿不到。快教我怎么领？简单，认准我左下角链接下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挂机升级，苹果、华为都轻松到手。那我赶紧去领一个。是不是和10万极品零食一样，可以无限取出？然而9枚取出之后归零了。靠，这系统 bug 吧？居然没有出 bug。系统解释下，奖励不是10枚吗？为什么只有9枚？而且我取出来之后，奖励的10枚怎么消失了？宿主你是不是有病？奖励10枚，预知1枚，不是还剩9枚？10减1都不会算，你的10枚奖励都已经取出来了，不归零，等着下单。不对啊，我预知是预知的，你奖励是你奖励的，这有关系吗？没关系嘛，你预知是从本系统奖励中扣除的，好吧？宿主，请你有点文化好吗？哟呵，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这是什么 bug 系统？果然，系统的嘴骗人的鬼。咦，这是什么？
怎么是果核啊？难道前辈哪里有土地？大殿后边就有。等等，你不会想种下这枚果核吧？不可能，怎么可能会长出混沌造化果树？可5分钟后，星耀阵仙被震惊到再次溃散。只见一棵透露着混沌气息的果树，上边结满了混沌造化果。对不起，系统，我不该对你发火，我还是太年轻了，以为能想象到你的 bug 可能会出现在何处，但事实告诉我，你的 bug 我想象不到。随后，叶天宇一边挖果核，一边种树。不多时，叶天宇就收获了数十棵果树，上千颗混沌造化果。时间差不多了，前辈，我该走了。这么着急离开，难道有什么急事要办？其实也不是很着急。不，你着急。哇，我刚领的就发货了。对啊，认准我左下角链接进去，简单完成任务就能拿填完地址就发货。我要去天虚城，4个月之后的荒古战场。那你赶紧走，不，赶紧去忙吧。哦了，能将延绵数千里的极品灵脉封印成巴掌大小，前辈还是强啊！开始吸收。好慢，但好在结果不错，提升了1重。继续，叶天宇接着炼化极品灵脉，最终在消耗了20条极品灵脉的情况下，将境界提升到了尊者境9重。越到后边消耗越多，这些灵脉也用不了多少。有战斗波动，旺财，调转方向，去看看。小姐，你先走，我拖住他们。逃走之后，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会长，一定要让暗影亭阁付出代价。与此同时，他眼神瞥向了某个方向，只看了一眼，又立即转了回来，抵挡面前的黑衣人。不行，我绝不能丢下你们，要走一起走。放弃吧，你们一个也别想逃。暗影亭阁办事从不留活口。奇怪的是，他也瞥了那个方向一眼，不仅是3人，双方的灵圣都有意无意地瞄向那个方向。终于，那名少女最先忍不住了。对，那边那个人，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们打你们的，关我什么事？我应该没妨碍你们吧？你是没妨碍我们，但是你能不能不要一边看一边吃东西，一边喝饮料，还一副悠闲自在的看戏模样？我们在被打劫，正经历生死战的嘞，能不能给点尊重？好像是有点过分。要么你就来帮忙，要么你就赶紧逃，这里可不是你能待的地方。丁发布任务：英雄救美，拯救失足美少女，奖励仙灵炼体诀，进阶为乾坤炼体诀，修炼效率翻倍。来了来了，他终于来了，嘿嘿。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向我求救，那我就帮帮你们吧。你说什么？哼，小小蝼蚁，不知死活。不好，危险！不等众人多想，叶天宇瞬移到黑衣老者后面，拿出一把锈迹斑斑的刀，在其身上划开一道口子。尊者境9重，瞬移，搞定一个。你居然敢伤老夫，去死！不好，李长老，快救他！可就在下一秒，这名悟道境强者居然抽筋抽死了。接下来该你们了。随着一次瞬移，就有一名黑衣灵圣被划伤，开始原地抽搐。我操！撤！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不能瞬移？搞定了。丁任务：英雄救美，拯救失足美少女已完成，奖励仙灵炼体诀，进阶为乾坤炼体诀，修炼效率翻倍，已下发。就在刚刚，叶天宇救下四海商会，与他们同行之时，竟遇到神兽天前居。难道是嫡袭？神兽天前居，这神兽不是已经消失近1年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窥探一下天机。天机术发动，寿命复移1年。天前居指引天虚之境，白衣老者，星运罗盘。好强的反噬，而且与天前居有关的地方，竟然是那个神秘的天虚之境。竟然是神兽天前居，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李长老，我们该怎么办？全力催动灵舟，逃！刚要逃之时，天前居好像盯上了他们一般，只是微微扇动翅膀，猛烈的狂风席卷而来，硬生生将灵舟逼停。逃不掉，李长老怎么办？叶小兄弟，这次是我们连累了你，让你陪我们命丧于此，实在抱歉。话音落下，天前居一道攻击直接朝灵舟袭，这一击竟堪比地境。就在这时，一块布突然飞出，骤然变大，将灵舟护在其中，竟是叶天宇的小围裙。神兽，就让我来见识一下好了。能挡住我的攻击又如何？蝼蚁终究是蝼蚁，去死吧！天前居虚空一踩，空间如同镜面般碎裂，准备一脚踩死叶天宇。可下一秒，突然间风静数指，月光都不再流动，菜刀挥出剑意，跨过破碎的空间，斩在天前居身上。也是同一时间，再次传来树叶被吹动的声响。时间法则，你居然会时间法则，境界还是太低了。你绝不能活，你必须死！天前居双眸中涌动杀意，周身气息涌动，刹那间，万里晴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雷霆翻涌，仿佛世界末日一般。神兽的全力攻击，我现在能挡住吗？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小马驹1万年不见，翅膀硬了呀！两道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天前居的翅膀竟是被一股神秘硬生生折断。
该死，你居然还活着！你们都没死，老子怎么可能死？滚回天虚之境！你们若是再敢出现在仙灵大陆，别怪老子血洗了你们！哼，你等着，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多谢前辈出手相救。哈哈，小事而已，不必挂齿。老夫没有想到你居然拥有遮挡天机的手段，连老夫都无法探查。要不是感受到那匹小马仔的气息，还真就找不到你了。前辈过奖了，只是一点小手段罢了。这可不是小手段，你身上的秘密比老夫想象中的要多得多。不错不错，不知前辈是谁，寻找晚辈可有事？你小子倒是挺机警，不过这样也好，免得死得太早。老夫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努力活下去，赶快修炼。虽然以你的修炼速度，堪称妖孽，史无前例，但还是不够。你将来的敌人会很强大，强大到超乎你的想象。努力吧，少年。多谢前辈救命之恩。这个世界似乎没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归根结底，我还是太弱了。叶小友，多谢救命之恩，如果不是你，我们今天就死定了。此恩此德，我们四海商会记下了。李长老，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四海商会谈谈合作，如何？合作？不知道叶小友想合作什么？我想要从四海商会购买大量清明丹。你说的是那种修炼用的清明丹？没错，就是那种，极品的都行，丹药品质好坏也无要求，主要是大量。叶天宇清楚，今天的神兽天前局肯定是奔着他来的。这次有神秘前辈帮忙，下次可不一定有，还是得尽快提升实力才行。如果是清明丹，老夫可以做主，送给叶小友1万枚7品清明丹，如何？不够。不够，1万枚都不够，那2万枚还是不够，差得太远了。李长老，我说的是大量，大量你懂吗？多少？1000万级别以上，如果更多，再好不过。你放心，钱不是问题，这里是10亿极品灵石，当做定金。你管1000万级别叫大量，而且1000万级别，你这是要把全人族的清明丹都买来吗？除了清灵丹之外，如果有能够快速提升灵力的天材地宝，也一并帮我留下，无论极品的都行。还有，像我受伤这灵脉，你们四海商会能搞到吗？叶小友，您就不要拿老夫打趣了，1000万数量级以上的清明丹，正常怎么可能用得了那么多？而且灵脉也异常珍贵，不是想要就能有的。所以就是没有喽。不是没有，是你用不了那么多。你不懂1000万是什么概念的数量级？不是我不懂，是你们不懂。本来想低调和你们相处，结果换来的却是误解。算了，不装了，摊牌了。其实我是个天才。谁看不出来你是个天才？可很快，李洪刚就发现他说的话就是个笑话。只见叶天宇运转功法，那条被封印的极品灵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灵气向叶天宇体内疯狂倾泻。看到了吧，我是个天才。我操！若您不是天才，您是奇迹啊！这是什么级别的修炼速度？体内究竟能装下多少灵力？太可怕了！这回相信我的话了吧？我需要很多清灵丹，还有灵脉。我信了。不过短时间内无法凑齐，而且事关重大，老夫得回去和会长商量一下。没问题。至于报酬，灵脉肯定是不能用极品灵石衡量的，这个我懂。你看看这种东西如何？2枚天品养神丹，还是9文？叶小友，你怎么会有天品9文养神丹？这你就别管了。怎么样，这个东西珍贵程度够吧？够，太够了。不过还可以更珍贵。李洪刚突然神秘一笑，随即当着叶天宇的面，竟是将其中1枚养神丹捏碎，只留下1枚。李长老，你这是干什么？这你就不懂了吧？2枚天品9文养神丹的确珍贵，但却不是唯一。现在世界上只剩下1枚天品9文养神丹了，其价值比2枚要大得多。到时候别说1条极品灵脉，就是10条也不是不可能。原来如此，道理我懂了，但过程你可能要受点累。卧槽，居然都是天品9文养神丹，怎么可以拥有这么多9文养神丹？这没道理啊，不是只有2个吗？李长老，这些只是定金，只要灵脉足够，丹药有的是。如果合作顺利的话，我还有比9文养神丹更珍贵的东西，就看你们的诚心了。比9文养神丹还珍贵？当然，好东西有多的是，还有这些天材地宝，如果可以的话，也帮我收集一下。随后，李洪刚带着震惊的表情离开了这里，而叶天宇也为了将来陷入了沉浸式的修炼。这样的系统你见过吗？别人想拥有一个大型神魂都难，而系统直接给宿主卡 bug 卡成了9个神魂。就是这种感觉，不愧是 bug 系统，真 bug， 肉身超凡境9重，而且神魂强度都已经达到了仙境了。丁宿主，你想要变得更强吗？选择回答想，神魂强度上限提升1倍；回答不想，将维持现状。任务系统便选择系统啊，系统种类都能变啊，但白送的变强机会当然是想啊。丁选择完毕，神魂强度上限已提升。这就完了，好像也没啥感觉。我操！这特喵是我的神魂，这特喵的是大型神魂了吧？说好的提升1倍呢？你家这叫1倍啊？还让不让我活了？正当这时，系统声音再次响起：丁宿主，你想要变得更强吗？选择回答想，神魂强度上限提升1倍；回答不想，将维持现状。不是已经发布过一次了吗？怎么又来一次？系统，我不想。不，宿主你想。丁选择完毕，神魂强度上限已提升。
又提升。系统，你是不是不让我活了？丁，宿主，你想要变得更强吗？选择回答想，神魂强度上限提升1倍；回答不想，将维持现状。咦，他妈了个！系统，你想干嘛？我不想，我说的是不想。丁，听到宿主说了一个想字，选择完毕，神魂强度上限已提升。丁，选择完毕，神魂强度上限已提升。系统，你特么的有病吧？这次连选择都不问我了，直接强行给奖励啊！神魂强度上限已提升，已提升，升！我操！你这是真的卡了呀！但是你卡播报可以，别卡奖励啊！快把奖励收回去啊！整整9个大型神魂啊！顿造化果，吃吧。叶公子，我们到了。终于到了吗？这就是天虚城吗？果然不一般。不过，为什么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系统发动天机术。丁，天机术已发动，目标超出世界限制，窥视失败。系统出品的天机术居然会失败，超出世界限制？难道那漆黑锁链不是仙灵大陆的东西？而就在这时，一道光芒从3座高塔的中间那座激射而出，射向叶天宇。是灭神光，谁究竟触犯了什么规则，竟然能让天虚城发动灭神光？上一次灭神光好像是在100年前吧，直接将一位仙境强者的神魂碾碎。是灭神光，快躲开！我靠，居然敢射我！哼，我不就是窥探了一下天机吗？没想到你这天虚城想灭了我。叶小友，你没事吧？没事。就在这时，天空中紫雷炸响，一位魁梧壮汉立于空中。那小子可知我是谁？雷家主，你这是何意？李长老，他好像是来找我的。小子，你该死！你们四海商会想要护他。雷家主，我想这之间应该有所误会。叶小友是我四海商会的贵宾，还请雷家主卖个面子。误会，他杀了我儿，你说是误会？四海商会的面子，别说是你，就是上官凌云亲自来了，他也得死，拿命来！堂堂地境对一个尊者境出手，雷家的脸皮真不是一般厚。叶圣子，别来无恙。梁长老，恭喜你突破地境了。这还要托叶圣子的福，如果不是叶圣子，老夫恐怕一辈子都无法突破。荒古雷家好大的威风，竟敢动我太荒圣地的圣子！太荒圣地代表人族，却出动仙境强者，这岂不是仗势欺人，欺我雷家？雷家狗屁，打的就是你雷家！前辈不要太过分，我可是雷家家主，对我出手便意味着与雷家为敌，这种代价，太荒圣地。雷家算个狗屁！前辈，请你不要太过分。小小雷家竟敢蹦跶，今天老夫也来教育教育你。欺负我太荒圣地，当我们死了吗？我太荒圣地的圣子，其实你一个小小雷家能动的？一道声音接一道传来，足足14位仙境强者出现此地，皆是为了叶天宇而来。你们够了！老总，您要为我做主啊！滚！填吧，老夫要突破了，准备闭关，以后雷家就交给你了。多谢诸位前辈出手相救，天宇感激不尽。但这件事毕竟是晚辈的个人恩怨，晚辈想自己解决。敢做敢当，不错不错，这才是我太荒圣地的圣子。这件事就交给你自己解决吧。你们听到了，是他想跟我1对1，别说我以大欺小。不，他可以自己解决，但你不能以大欺小。也别说我们欺负你，就把你的修为也封印到尊者境9重吧，公平一战吧，我们看着。也是难为你了。我要杀了你，为我儿子报仇。怎么可能？他的肉身强度居然达到了超凡境9重！哎，还以为要经历一场苦战，想不到啊，就这么简单。随后，众人纷纷离开。四海商会李洪刚找他们会长商量叶天宇拜托的事，而叶天宇来到3座塔这边。既然你想用灭神光灭我神魂，那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丁，发布任务，进入中央高塔，奖励神器鎏金菜板，菜板世间硬度，重量至强，实乃居家旅行之必备厨具。好家伙，名字都懒得起了是吗？直接菜板，而且又是居家旅行之必备厨具，真要给我凑齐4件套吗？不等叶天宇吐槽系统外，刹那间画面一转，叶天宇已经出现在另一处，而他对面忽然出现一名老者。你是命运之子，你感谢这个爱卡贝勒的系统把一滴10种灵乳变成了1坨10种灵乳，而且还自带延迟恢复。不知道前辈是？老夫慧命仙尊。哦，原来是老祖。您可知道这中央高塔是什么来历？晚辈觉得这塔有猫腻，不仅是这塔，连天虚城晚辈都觉得不正常。你的感觉没错，天虚城和这中央高塔的确有问题。不过你现在境界太低，还不能知道。天机吗？
怎么回事？老夫为什么感觉你身上的气息变了？晚辈不才，侥幸获得了一种遮挡天机的秘术，顺便还能稍微改变一下自身天机。这回可以放心告诉我了吧？也罢，既然你有自保的能力，告诉你也无妨。反正你早晚都会知道详细的情况，你去询问老夫的本体。愿闻其详。上界的存在，你应该知道吧？不过，好像由于某种原因，上界和仙灵大陆的关系，并不只是上下界那么简单，中间似乎还有其他关系。未来越来越有意思了。丁，任务进入中央高塔已完成，奖励神器菜板已下发。我先行告退了。圣子，放弃万族战场，回太荒圣地。为何？因为你被万族盯上了，而且还有上边的人。多谢关心。不过进入万族战场是我和师傅约定好的事情，这次万族我一定会参加的。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多说什么了。几个月后，万族战场终于开启。丁，发布任务：兽人永不为奴，斩杀100名兽族天骄，要求最低尊者敬9重，奖励10钟灵乳成1滴。系统大哥，我是人族哎，你搞个兽人出来干什么？搞错了，重来。发布任务：人族即将崛起，斩杀100名异族天骄，要求尊者敬9重天骄，奖励10钟灵乳成100滴。这就对了嘛，这才合情合理。要是能把奖励改成无限就好了，这样更合情合理。要是能把奖励改成无限就好了，这样更合情合理。要是能把奖励改成无限就好了，这样更合情合理。宿主，你要点脸吧？这不是为了系统大佬更好的优化自己吗？随后，叶天宇一路上嘎嘎乱切，只要遇到异族，直接破伤风送走。丁，任务：人族即将崛起，斩杀100名异族天骄，要求尊者敬9重天骄乘100，已完成，奖励10钟灵乳成100滴，已下发。嘿嘿，会怎样呢？系统取出1滴10钟灵乳。丁，1滴10钟灵乳已取出，请宿主接收。我操！系统，这他喵的叫1滴，有没有搞错啊？搞心态啊？算了，事情已经做完了，回去吧。丁，任务：前往天虚城，进入小型万族战场，已完成，奖励所有神器位置，并附送传送机会1次，已下发。嘿嘿，这可是神器啊！叶小友，时间有些紧，只帮你收集到了50条极品灵脉，10条天品灵脉，低品灵脉倒是有不少。有劳了，若有需求去太荒圣地找我，我现在动身返回太荒圣地。师傅，我想见一下老祖们，有关天虚城和上界的事情，我想询问一下。你都知道了？有一些了解，但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跟我来吧。弟子叶天宇拜见诸位老祖。终于亲眼见到你了。你的境界轩辕星渊，这是怎么回事？随后，轩辕星渊将这2年内的事情一一告诉众老祖。如此天骄，必将引领人族达到新的高度。老祖们，其实我来这里想询问老祖们有关上界的事情。星渊，你先出去吧。上界，也就是仙界，有势力基于仙灵大陆，那个势力叫做仙羽阁。这件事还要从首次万族大战之前说起。老祖们开始娓娓道来。1天之后，叶天宇离开了英灵谷，同时也解开了心中疑惑。不想那么多了，先提升实力吧。10钟灵乳的效果到底怎么样？100到1等于99，没错吧？上次的余额就是99滴，也没错吧？那现在怎么变回100滴了？bug 还可以延迟的吗？不过真香，我炼化。还提升了4重，系统你奖励的灵海是真牛逼啊！随着叶天宇修炼时间越久，他终于发现了系统的悖论，原来是1个月恢复1滴啊！1年啊，还修炼到灵圣境9重啊！恰巧这时，轩辕星渊出现在他面前。我靠，你突破到灵圣境9重了！是呀，可惜遇到了某个作者狗，强行给我加金手指，不然我或许能提升到悟道境9重呢。师傅，你怎么了？不要叫我师傅，我不是你师傅。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配当你师傅，你以后还是别叫我师傅。脸疼。千羽，要不我拜你为师吧？我说，为师拜你为师吧。师傅，这可开不得玩笑。为师是说真的。哦，不对，弟子是说真的。师傅，你收我当徒弟吧。师傅，别闹，弟子承受不起。从你加入到圣地以来，我并没有教导过你任何东西，对吧？确实，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领悟的，对吧？对。你的悟性比我高，道运法则比我精通，境界提升堪称神速，连境界瓶颈都不需要我指导，甚至还指导过我空间法则，对吧？好像是这样。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资格当你师傅？我还收到过你的恩惠，给了我那么多养神丹，帮助我提升境界，你理应是我的师傅。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好吧。拜见师傅。起来吧，师傅。请叫我徒弟。好吧。对了，师傅，给你，这是太荒圣地和七风六殿帮你收集到的一些资源，提高灵力的你可能不需要了，但有些炼体材料或许有用。哈哈哈，真是缺什么来什么。还有一件事，师傅你上万族追上榜了。万族追杀榜排名第几？
第三，师傅，你的处境可是不容乐观。嘿嘿，如果是以前的我，还真得慌一下。但是现在嘛，能杀死我，算对方厉害。修炼修炼。丁，恭喜宿主突破极限，神魂已成功蜕变为仙魂，并可免费提升1倍容量，是否提升？否。否你大爷！丁，选择完毕，容量已成功提升9倍，祝您旅途愉快。我说的是否啊？怎么又是是？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而且不是1倍吗？怎么变成9倍了？你这是想让我？这他妈是9倍，99倍8，服了。灵修有灵海，神魂有仙海，好在炼体正常，不然我真的要绝望了。丁，仙海灵海共鸣，滋生体魄之海，体魄之海可通过提炼任何天材地宝，无限增长肉身强度上限。丁，检测到宿主现在肉身修为悟道境9重巅峰，正在转化为体魄之海，转化能量不足，自动填补。当前肉身修为体海1重天，注当前体海共9重，宿主肉身无敌，指日可待哦。我他妈崩溃了！还体海，提你3大爷，一个正常的都不给我留吗？这是要累死我啊！而且你这体海怎么和仙海一边大？仙海可是经过升级的，你这个初始的怎么和升级的一边大？这都是什么 bug 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个 bug， 拥有封印意识沉睡、自动修炼的能力，直接把中间过程全部跳过。先不管了，出去溜达溜达。拜见师傅，请师傅收我为徒。我靠，该不会是上次收师傅为徒后，他们知道了吧？大太上长老，你们赶快起来，这是给弟子折寿呀！你不答应老夫，老夫就不起来。你先起来，有话咱们慢慢说。不要叫老夫大太上长老，老夫不配，请叫老夫徒弟。对，请收我们为徒。您可是我长辈的长辈，我怎么能收您为徒呢？这不乱了规矩吗？规矩，实力就是规矩。老夫等人的道运境界、意境境界都不如你，拜你为师有毛病吗？没毛病。我们需要辈分吗？不需要。我们需要尊敬吗？不需要。我们需要面子吗？不需要。在追寻武道的路上，我们就是求贤若渴的小学生，所以请收我们为徒吧。请收我们为徒吧。再说，师傅，你不是已经收心源那小子为徒了吗？也不差我们这几个人。好吧，我答应你们。弟子拜见师傅。好了，都散去吧。好练。是时候收集灵珠和神器了。系统传送。天魔族准备的倒是充分，连模板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别说，还真像，我都感受不到异常气息，就好像真人一样。这不是我们准备的，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就准备了画像呀。那他是谁？先下手为强，但是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但我真是叶天宇本尊。区区1块木板印，看我一力破之，给我碎！我操！既然你主动送上门，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你居然用这把破刀砍我，你在侮辱老子！那是什么武器？我居然破防了！我用这把刀没什么特殊原因，只因你是天魔族，同是天魔族就应该整整齐齐。终究是出其不意才击杀了他们。各位，封锁空间，不要让他逃了，一起动手杀了他。丁，发布任务，击杀10名仙境，进度2/10，奖励神器无影剑，注无影剑，速度至强，无影无踪。这 bug 系统又要发生什么了？突然，6名异族同时迸发出庞大的灵力威压，想要将叶天宇活活镇压死。然而，怎么可能？6名仙境的威压，他居然还能坚持得住？封锁空间，嘿嘿，谢谢你们。瞬移，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用力量强行封锁这片空间，就算是仙境巅峰来了，都无法瞬移，这不符合常理啊！不好！随后，叶天宇再次闪烁，每次出现必见红，一时间又有3个仙境身死，众异族心惊胆战。快解除封锁，这小子有古怪！空间封锁撤去，众异族瞬移逃脱，和叶天宇拉开距离。你们会封锁空间，我就不会吗？你们可都是我的任务进度，别想跑！瞬息间，周围空间再次封锁，快撤！有仙境巅峰的人来了，看来动作的快点了。敌人若是太多，可就不好办了。随后，叶天宇一人一剑破山峰，足足带走了完成任务的额度。丁，任务击杀10名仙境已完成了，奖励神器无影剑已下发。随着系统任务完成的瞬间，叶天宇的空间封锁被10名仙境巅峰用最纯粹的力量轻松打破。不愧是仙境巅峰，果然不一样。拜拜了各位。想跑没那么容易，空间封锁。本来想就此离去，没想到临走之前还给他送别礼。再见了，各位。不应该啊！传送符抢走的时候我斩了他的。
那边那头蠢鹰，听说你们鹰隼族是万族中速度最快的种族，敢不敢和我比一下速度？别答应他，他在拖延时间，杀了他，尽早解决。没错，人类向来狡诈，不用和他们拖延，速战速决。这群配角怎么智商在线了？这不科学啊！敢跟我们鹰隼一族比速度，我看你有什么花招？这个智商怎么又掉线了？你在搞什么？他明显有意为之，为什么要和他多说废话？因为我骄傲，绝对没有人，也不可以有人在速度上超越我们鹰隼一族。说吧，怎么比？我有一剑，速度号称举世无双。我有一剑，速度号称举世无双。这个感觉，这个触感，这个重量，怎么有点不对劲？我操！是这个剑呀，无影剑是剑呀，怎么变成剑了？谐音梗扣钱，而且系统，你这属于诈骗。去吧，无影剑。这是什么操作？人类的剑已经研发到不用弓，用手就能发射了吗？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中箭了？系统，这又是什么鬼？好歹也是神器，就这点威力，你就说他速度快不快吧？光速度快有个屁用，他又没有杀伤力。他速度快，但他没杀伤力啊。但他速度快呀，合着你只管速度快呗？他速度快，我他妈心态崩了啊！系统，你知道牛顿定律吧？只要它加速度够大，就算它质量很轻，它的惯性力也足够大，再加上它剑尖的受力面积小，惯性力越大，那么剑尖施加在目标上的压力就越大，杀伤力也就越强，你懂吧？本系统不管，本系统只管速度快。我累了，毁灭吧！无影剑速度快，破伤风刀无视防御，一击必杀，两者结合，岂不无敌？这一面想一出，无影剑再次凭空出现在叶天宇手中，破伤风的半截刀身瞬间绑在了无影剑上。再来一次。不好，快躲开！那把破刀有古怪，仙境也能击杀。如果是之前有人提醒的话，鹰隼族的仙境巅峰绝对不信。开玩笑，一把没有丝毫灵力波动的破刀，怎么可能杀死的仙境？但现在，幻影万重，鹰隼族仙境巅峰自知速度不敌无影剑，赶忙应对，霎时间数万道一模一样，真实的如同本尊的幻影出现在空中，密密麻麻，每一个都散发着仙境巅峰的威压，正是鹰隼族的天赋灵技之一——幻影。这就是幻影万众吗？太震撼了！这样一来，就算他的剑再如何快，破刀如何诡异，没有目标也毫无作用。幻影万重施展而出的后一瞬，剑尖不防的破伤风刀刀剑的无影剑射中数万道身影中的一个，穿堂而过。猜错了吧？速度再快又如何？射都射不中，这回他算是遇到克星了。众一族已经觉得他们拿捏叶天宇了，刚才的震惊荡然无存。纵使叶天宇手段了得，在绝对力量面前，仍旧毫无反抗之力。可下一瞬，数万道身影迅速消散，只留下那一道被穿堂而过的身影。刹那间，场中鸦雀无声，不可置信地望着鹰隼族仙境巅峰。一定是假的，穿堂而过都没有飙血。话音还未落，血喷得跟喷泉一样。我操！牛逼啊！666啊！无影剑居然还有自动追踪功能。系统出品，必属精品。无影剑加破伤风刀这么强，如果加上菜刀呢？无坚不摧，加上菜板呢？飞来的横祸，有意思。不过现在嘛，还是先溜为妙。系统传送位置：神器天启宫。人呢？给你们1年时间，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把他的人头带来。就知道把烂摊子甩给我们，真希望叶天宇先找上你们，整死你们丫的！就在这一面响刚落下，百族联盟深处突然传来一道惊天巨响，真险啊！天启宫到手了，该去寻找金灵珠了。很快，叶天宇便来到了金灵珠的位置。令他没想到的是，金灵珠所在的位置居然在天魔族内。好家伙，这个天魔族到底跟我有何种不解之缘？这都能遇上。丁发布任务，灭杀任意一个排名前10种族，奖励仙品天元气血丹成灵。居然是天元气血丹，一枚足以让地境体修提升1重肉身强度，这可是记载上的最强炼体丹药啊！看来这是天注定啊，今天非灭天魔族不可了。只不过这个星号0是什么意思？一枚都没有，数量是0？不对，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还是先完成任务再看看。随后，叶天宇埋雷式的方法灭掉天魔族，下一瞬，整个天魔族的族地开始喷发，像极了大家打烟花的时候。可恶，到底是谁？有种出来一战！做个缩头乌龟算什么本事？丁任务，灭杀任意一个排名前10种族，已完成，奖励仙品天元气血丹成灵，已下发。随着系统提声音响起，任务完成，万族排名第10的天魔族就此消失，一族人都整整齐齐的。不知道系统这次又会搞出什么花花肠子。系统取出一枚仙品天元气血丹。
不会那么坑吧？但事实却是，系统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系统仿佛是在自我怀疑，亦或是在自我修复。卡顿好不一会儿后，丁，仙品天元气血丹已取出，当前余额呈-1。再取100不10000枚，已取出余额，仙品天元气血丹呈-10001。我操！真的是负数，余额变负数还能取出？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透支？难不成可以无限透支？丁，余额，仙品天元气血丹呈-99999加。没等叶天宇说话，系统自动取出无穷无尽的仙品天元气血丹，堆在系统空间当中。灵海有无限极品灵石和石中灵乳，魂还有无限混沌造化骨，现在体海又有了无限仙品天元气血丹，还有无限顿悟在，这回真的算是解决一切后顾之忧，可以彻底躺平了。随后，叶天宇寻找到金灵珠后，下一个目标神器噬灵枪。这样的系统你见过吗？居然说要给宿主一个超级屌的奖励！什么？影族也被灭了？难不成仙界另外有人插手仙灵大陆的事情了？赶快联系那位大人。居然主动联系老夫，难道出事了？很快，他与百族联盟进行了交涉。天魔族和影族被灭，开什么玩笑？大人，请您用星运罗盘帮我们推算一下，究竟是谁在我西沙湖做非为？很好，老夫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很快，老者催动星运罗盘，窃取天机。然而，1分钟、2分钟，老夫知道对方是谁了，是叶天宇。什么？怎么可能？大人，您不是在开玩笑吧？叶天宇只是灵圣境9重，怎么可能灭掉2大种族？别说他是灵圣境，就是仙境巅峰也不可能啊！怎么，你们不信老夫说的话？大人说的对，是我们放肆了。老夫说的绝对没有错，虽然你们不相信，但一切都是因为叶天宇。从现在开始，不顾一切后果，杀死叶天宇。百族联盟众人一愣，叶天宇都能灭掉2大种族，他们怎么能杀得死？放心，强的不是叶天宇，是叶天宇背后的势力，但主要原因还是在叶天宇。只要将其杀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不用多问，叶天宇只是区区人族命运之子罢了，杀了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百族联盟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慌与后怕。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老夫？大人，其实我们已经和叶天宇接触过了。上次众仙境巅峰将叶天宇之事，以及击杀仙境巅峰，还有偷走天启宫的事情说了出来。什么废物！老夫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哪怕你们去死，也要杀死叶天宇，抢回天启宫。是大人。但就在这时，其中一名仙境巅峰竟然开始一抽一抽的。我操！这不是叶天宇的杀人方式吗？难道他躲在暗处？这一幕让本就懵逼的老者更懵逼。下一瞬，一道攻击突然落在一名仙境巅峰身上，爆炸开来。这又是什么情况？哪里冒出来的攻击？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人，这很有可能是叶天宇做的。就在老者懵逼的时候，他都没有感觉到有一道光从他身后划过，直到天谴局可是在天虚之境内，根本不在仙灵大陆，怎么也能被杀死？这到底是什么攻击手段？是不是有点 bug？ 你们先退下，这件事必须上报。少主，仙灵大陆有变。是属下无能，上次没能解决掉叶天宇，请少主原谅。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随后，老者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都上报给这位青年。以1人之力灭数个种族，还以1人之力摧毁天虚城，还有那些神奇的灵气，有意思。等着，本少主亲自下来会那个叶天宇。吓死老夫，还好逃过一劫。终于又突破了，舒服。有情况。去杀了他。然而老者无动于衷。你在想什么？本少主的话不好使。少主，老夫上次受伤，现在还没好，暂时无法出手。丁，发布任务，斩杀仙羽阁少阁主，其家家主之子齐明轩，奖励一个炒鸡掉的奖励，一个炒鸡掉的奖励。本不想亲自动手的，受死吧！什么？居然毫发无损，有猫腻！撤，先留着你的狗命，过几日再来取。想逃？做梦！难道真的要用那个了吗？不管了，保命要紧。随后，他拿出一枚洁白如玉的玉符，准备捏碎。而这张符的功能，无论身处何处，哪怕是仙界下辖的其他世界，都可以破碎世界壁垒，将其强行传送回仙羽阁。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放弃少阁主身份，退出阁主的争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叶天宇，你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然而，1秒、2秒、3秒，无事发生。卧槽，我怎么还在这？怎么没传送？放我出去！我是仙羽阁的少阁主，齐家的唯一男丁。你若杀了我，仙羽阁不会放过你。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给你钱。去死吧！
丁，任务斩杀仙羽阁少阁主，其家主之子齐明轩已完成。奖励一个炒鸡掉的奖励已下发。系统说好了超级掉的奖励呢？你告诉我是哪里掉了？这就是一锅啊！对不起，我忘记了，要炒鸡掉是吧？系统满不在乎的声音响起，随即平底锅中凭空多出了一些东西。我擦练。怎么不满意？本系统这里还有炒牛逼。系统，你这他们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算了，反正也没有办法，还是研究一下这锅有什么用吧。不好！下一瞬，一道恐怖的攻击撕裂世界壁垒，一只大手从破碎的世界壁垒中伸了出来，抓向叶天宇。竟敢杀我儿，我要你死！就在刚刚，叶天宇解决仙界之人后，系统直接奖励一个平底锅。竟敢杀我儿，我要你死！但正当叶天宇准备出手迎击时，仙灵大陆突然一阵嗡鸣，所有天石城都射出一道光线，攻击到那只巨手之上，巨手发出一道惨叫，被轻松击溃。好强，这就是一个位面的力量吗？看来还得继续摧毁那些中央高塔才行。你居然还没消散！小子，你倒是有点本事，居然发现了我！以那只巨手做掩护，实际上趁机留下一缕仙魂。你应该早就知道仙灵大陆会做出反击吧？当然，那些天虚城就是仙羽阁所建，我怎么会不知道？不过你知道这些又如何？不如何？那你就受死吧！中年男子仙魂爆发，化作一道流光，射进叶天宇识海当中。赫然是一道威力强大的仙石攻击，但下一瞬他傻了。仙魂竟是唯有仙界才拥有的仙魂，这里明明是仙灵大陆，是下等位面，怎么会有上等位面的仙魂？这不符合位面规则啊！突然，仙魂之海有动，中年男子的仙魂作，我的仙魂居然被灭了！杀死明轩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仙灵大陆的人族5到10祖？轩辕破天！上次被你给逃了，这次竟还敢回来杀我儿！我齐星海必杀你！还有仙灵大陆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另一边，叶天宇灭杀齐星海的那缕残魂后，重新将注意放在平底锅上。系统，这锅到底有什么用？我不在。之前是就算了，咱们现在讨论正事。系统，这平底锅到底有什么用？我不在。系统，说正事，认真的行不行？我不在。真是的栓 Q 了。所以这东西到底干嘛用的？菜刀、围裙、菜板，难道只是为了给我凑齐出去4件套，所以给了我一个平底锅？还别说，这手感不错，用来揍人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话说回来，境界是该闭关了，提升一下了。仙灵大陆有变，我儿被杀。据我估计，仙灵大陆将来必然会脱离仙界掌控，甚至会威胁仙界的地位。我建议立即派人将其毁灭，将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你儿子擅自下界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倒是先找我来了。身为仙羽阁少阁主，私自下界不说，还反被杀，你不觉得可笑吗？你有什么脸面说这件事？又有什么脸面让本阁主下令毁灭仙灵大陆？南宫志，你不要太过分。本阁主过分吗？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不说这个，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那个人重回仙灵大陆了。除了他，没人能灭得了我的一缕仙魂。那个人莫非是轩辕破天？除了他还能有谁？仙魂都能被灭，你果然是你儿子的店都是一路货色。而且轩辕破天100万年前他就为了救那个从仙灵大陆上来的浩然仙尊，被仙羽阁围杀致死。你说他还活着？100万年前他只是重伤垂死，后来被他给逃了，谁敢肯定他就一定死了？而且仙灵大陆必须灭，这件事100万年前就应该做了，不能再继续拖下去。就算你想保仙灵大陆，也绝对不可能。七阁主说的没错，仙灵大陆早就应该灭了，一个小世界罢了，何必在乎那么多？灭也就灭了。再者，南宫阁主别忘了，明轩闲置身死，他所带着的2大仙器可是遗落在仙灵大陆，必然要取回来。两位别吵，不如这样好了，仙灵大陆的事情先放到一边，由我们金家出人，先下去把遗失的2件仙器寻回，然后再做打算，如何？不，我们李家比较合适出手。齐阁主，你觉得怎样？都住口！仙器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我们齐家自会解决，绝对不会让仙羽阁的仙器遗失在外。再说2件仙器上边有封印，就算遗失，外人也无法使用，不用担心。可下一瞬，他们都感觉到2件仙器封印都消失了。你们感受到了吗？感受到了，我留在2件仙器上的仙魂烙印居然消失了，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仙灵大陆必须灭，我要亲自走一趟。轩辕兄，对不住了，这回我是真保不住了。与此同时，南宫志等人不知道的是，仙灵大陆本身已经刮起一场狂风暴雨。师尊他到底强到了何种程度？至于一切事件的主人公叶天宇，已经穿越西沙，来到了南海。南海作为5域中资源最丰富的一域，应该不会让我失望了。
岛主，不好了！幻鲸族来报说，他们有族人在魔渊海沟附近看见了一个貌似叶天宇的人类。什么？你再说一遍。岛主，就在刚刚，幻鲸族派人来说，他们族内有一位仙境去探索魔渊海沟时，刚巧遇到了一个很像叶天宇的人类，然后他就逃。哦，不是，他不敢打草惊蛇，就先回来汇报了。他怎么跑到我南海来了，还去了魔渊海沟？而就在此时，一股剧烈的地震感传来。这股震感，这个方向是魔渊海沟？不会吧？那个柱子难道？迟来的暗灵珠，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就在刚刚，叶天宇成功得到暗灵珠的同时，却炸出了一大堆仙境强者。呀，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迷路了，家的方向在哪里？什么？我奶奶又下了一窝崽，我这就回去。奶奶，等等我！一群仙境强者假装没看到叶天宇，四散逃去，那蹩脚的理由都把叶天宇整无语了。等一下。原来这里还有个人族，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小英雄应该就是人族的命运之子叶天宇吧？幸会幸会。诸位前辈不要慌，我没有恶意。至于吗？我有那么可怕吗？诸位前辈不要紧张，我没有恶意，只是想请你们其中的一位帮个忙而已。出来南海，人生路不熟，想请你们帮忙带个路，可否？他，我操！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要这样啊！他是皇族，谁都没有他了解南海，找他准没错。完犊子了！小友在下龙有浅，是龙皇宫龙族的一位长老，不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没什么，就是想请前辈带我去几个地方，我一个人不方便。假如不知道确切位置的话，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或者要求，也可以告诉我，我应该能帮你找到。既然如此，那就有劳前辈了。我们走吧。好嘞。然而几分钟后，这哪他们是请我帮忙带路，分明就是找我当坐骑，然后自己修炼吧。可接下来一幕幕令这位仙境强者都吃惊。我操，这是什么吸收速度？我操，这是多么恐怖的灵鱼数量！我操，他吸收了上万条灵鱼，怎么还没突破？随后，在他震惊中来到了与魔渊海沟齐名的南海另一处禁地——天海雪林。叶小友，你不会是想进入天海雪林吧？没错，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有大机缘。叶小友，有大机缘是不假，但这个地方太危险了，哪怕是我龙族的仙境巅峰老祖都不敢深入。我劝小友三思呀。你们龙族有仙境巅峰进去过吗？陨落都不止一个两个了。有什么收获没有？都挂在里边了，我们也不知道，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所以这里才被龙皇岛封为禁地，比魔渊海沟还要恐怖，所以三思啊。好了，我三思过了，出发，进入天海雪林。三思就是刚才的三思，三个问题，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要进去了，前辈你跟着进去吗？在下自知实力有限，就不进去了。这一路我们也算是有缘，就此别过。有机会可以到龙皇宫找我，我们一定厚礼相待。拜拜。可下一秒，既然前辈也想跟着进去，那我们就走吧。前辈说的对，都是缘分。我说的是就此别过啊，不是想一起进去。随后，原地留下龙有浅的一道残影，整条龙被叶天宇拽飞了出去。这难道是另一处空间？不对，不是空间传送，是神识封锁。好玄奥的天然阵法。叶天宇仙识放开，扫荡向四周，将一切地形尽览无遗。这里的时间流速居然比外界慢了至少1倍。走了，前辈。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没得感情的交通工具。叶天宇让我往西，绝不往东；让我前进，绝不对后退。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可半天之后，他连前进的资格都没有了。随后，一道接着一道恐怖攻击袭来，各种攻击已经达到了仙境，而他也才刚入破到仙境不久而已，哪能抗得住如此频繁的仙境攻击？更别说还要顾及背上的叶天宇了。但很快，龙有浅再次看到了不可能。能变小一点吗？能变小一点。忽然，龙有浅看着头顶上圆圆的、扁扁的，还带个把的东西，懵了。如果我认知没出错的话，这东西应该就是做饭用的平底锅吧？我操！我居然头顶平底锅！我是龙啊，居然头顶平底锅！这要是让同族看到了，简直就是社死，不要活了！可下一秒，他才感觉真香2个字是怎样的意思。在平底锅的保护下，一人一龙顺利游走在天海雪林之中。而很快，龙有浅又被惊呆了。东边15里停。叶天宇封印一条地品灵脉。北边500里停。叶天宇封印一条仙品灵脉。西边600里停。叶天宇找到一处天然灵池。天海雪林是他家后花园吗？叶天宇怎么这么熟悉？就算真是后花园，也不可能这么熟悉呀！等等，那个是不是你家老祖？哟呵，还真是我家老祖。那个小友，我能不能把我家老祖的遗骸收回？行，去吧。老祖，请您安息。没想到你还挺有情有，但我没说。叶天宇看着一口吞掉先祖龙珠，然后随意把尸骸丢进空间中的龙有浅，愣是把话憋了回去。叶小友见笑了，我们龙族就是靠这种方式传承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位老祖，甚至我连我爹是谁都不知道，我儿子也不知道我是谁。走吧。
到了。叶小友，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哎。离远一点。好强！我操，那难道是妖气、时光塔、神器、长生锁链？这个卡 bug 系统有多逗逼？宿主说增幅10000倍，他就直接四舍五入，直接增幅10万倍。这2件至宝相辅相成，一个吸收寿元，一个消耗寿元，加速时间修炼，无敌了！叶天宇随手一抓，2件至宝不断变小，由数百米高变成符合人族使用的大小，被轻松收服。我去，这就完事儿了。我族里那本斩妖刀可是野性得很，连仙境巅峰都难以压制。但这2件怎么说收服就收服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缘分？2件至宝自动认主。这长生锁链按照之前系统的信息，不应该在东周吗？怎么跑到南海来了？算了，这系统 bug 都能出现点虚假信息，不是很正常吗？而正当这时，叮！好家伙，系统，你不是死机了吗？怎么又冒出来了？本系统小小的升级了一下，宿主不必过于挂念。我挂念，你也忒不要脸了。看在你这么关心本系统的份上，本系统破例给你一次奖励：长生锁链和藏龙鞭可合成为长生藏龙链，二者功效合二为一，是否进行合成？这也可以合成8。选择完毕，合成开始。藏龙鞭自动出现，与长生锁链一起被一股神秘力量托起，缓缓融合，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融合便完成了。原本由龙骨组成的藏龙鞭变成了一条条锁链式的环扣，散发着古朴沧桑的气息。我的时间法则再加上时光塔时间减缓，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修炼嗖嗖的，就是不知道2者能不能叠加。如果能叠加的，100倍的100倍，100乘100。哇塞，那不是1万倍吗？1万倍？你当我系统是摆设吗？升级时光塔，凑个整，4舍5入10万倍。不对，你这通讯神器哪来的？左下角免费领的喽。这可是最新款的华为 Mate 60 Pro 啊，别人抢都抢不到，你这左下角能免费领？我的华为都领到手了，还能有假？左下角的游戏厂商做活动，专门在左下角放了一批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Mark 4。那会不会早就被抢完了？别担心，只要是点我视频左下角内部链接下载的，就都领得到。上线挂机，让龙王自主吞噬灵兽进阶，幻化成时间冥河龙王，战力暴涨几百亿，2天直升400级。苹果、华为任你选。我来试试。不得了啊！刚点你左下角下载上线，还真看到手机领取界面了。不枉费我帮你合成长生藏龙链。那肯定，我左下角是内服链接，可不是谁都能有的。紧接着，时光塔散发出一圈圈虚幻，仿佛穿越亘古的纹路，荡漾向四周。所有一切在这纹路中，好似被定格了一般，静止不动。1万4舍5入是10万，我的数学老师怕是要打死我了。不过10万倍，系统你是真牛逼，试一下。叶天宇进入时光塔中，乾坤炼气诀运转，然后就没有然后。外界灵气不够，卵用没有，还是先收集资源吧，等实在不行了再用极品灵石。前辈，你怎么了？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能感知到的范围内的灵气怎么瞬间一空了？不会都被你一瞬间都吸收殆尽了吧？那可是整整数万里啊！前辈，我们该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洗劫，寻找资源后，他们离开了天海雪林。就在叶天宇和龙有浅刚出来不久后，一道接着一道巨龙忽然出现，将一人一龙包围。动作还挺麻溜，这么快就聚集过来了。岛主不要激动，有话好好说。起开，不要挡本岛主去见人族小友的路。小友在下龙皇岛岛主，也是龙族的族长，见笑了。龙族的行事风格都这么特殊吗？我还以为可以大打一场呢。在下叶天宇，岛主有礼了。小友既然来到我南海，不如龙皇岛走一圈，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就有劳岛主了。在龙在天的带领下，叶天宇来到了龙皇岛。实不相瞒，我龙皇岛内有一处机缘，不知叶小友有没有兴趣？哦，机缘？没错，龙木小友可曾听说过？如果小友有兴趣的话，本岛主可以破例让小友进去一游，如何？那在下就不客气了。我操！完了，这不是把我们的老弟恭恭敬敬的送到他眼前吗？岛主、族长，我的祖宗哎！随后，在他们的目光下，叶天宇进入了龙墓。嘿，你刚才嘟嘟囔囔的干什呢？要是被叶天宇发现，还以为我们舍不得那点资源，以为我们抠呢。等，你们懂个屁呀！等一会儿你们就懂了。一天后，龙在天等龙傻眼了，他们望着被扫荡一空的龙墓，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回你们懂了吧？什么意思？你早就知道会这样？对呀，那你怎么不早说？我给你使眼色，使得脸都臭了。你说我没说，明明是你龙好不好？
我本来就是龙啊！突然，气氛尬住了，一群龙用怪异的眼神看着龙在天。你们看我干什么？本岛主说的不对吗？我们本来就是龙啊！龙岛主，多谢这份厚礼，我一定铭记于心。小友，你开心就好。等等，俗话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龙岛主若是不嫌弃的话，我这里有些垃圾啊，不，我这里也有些天才地宝，龙岛主有没有兴趣？随后，叶天宇拿出一些量产的去核仙品混沌造化果和仙品天元气血丹。这难道是仙品混沌造化果？正是。老祖显灵啊，多谢老祖保佑。老祖好像都没了，我龙族即将大兴啊！叶小友，其实我们龙族的龙骨也很珍贵，对你们人族来说是上好的炼器材料。如果有兴趣的话，本岛主带你去挖2具。我操！好家伙，这就是传说中的刨祖坟吗？够狠，够孝顺，多谢龙岛主好意。龙骨就不必了。不过我听说龙族有一件神器斩妖刀，不知可否让我见识一下？